门！我是侯府大小姐孟月琳，今日下山回家。要饭的去后门。哪来的野道姑，也敢来侯府攀亲？我都提前给大哥写信了，还真让我算中了。回家路上有坎坷，身份都报了，还是进不去啊。有了！指令助我，芝麻开门！这什么东西？纸人活了！多谢诸位，门开得很及时。芝麻关门！好啦好啦，快下去吧。啊！有鬼啊！立正！我动不了了！来人！此妖女擅闯侯府，立刻诛杀！不是，我不是妖女，我是侯府大小姐孟月琳。这是我家，我是回家，不是擅闯。夫人，您再仔细看看我。姑奶奶，您还是别笑了，您这么一笑，更像纸人成精了。哼，狂妄妖女，谁人不知我侯府大小姐乃京城仙孽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敢冒充她，简直找死！来人，给我乱箭斩杀！等等，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我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误会，我也不知道京城仙蜜是谁，但我真的是侯府大小姐1岁上山修行的那个，我叫孟月琳。侯府大小姐名叫孟玉妃，我可从没听过什么孟月琳。哼，不可能啊！我明明跟大哥说了，我今日到家，我大哥就是府上的世子爷，我是回来成婚的。我2岁那年，父亲在北荣城为救怀王一家战死，怀王亲自去了天机山为我和怀王世子定下婚约。这是当年的定亲信物猎虎杖，这个总能证明我的身份了吧？怀猎虎杖被盗之事，人尽皆知，多年遍寻不获，没想到你这个小贼倒是自投罗网来了。小贼，立功的时候到了，恭敬手，给本夫人射杀贼人，夺回猎虎杖。是。我爹生前未曾纳妾。已故的宁远侯夫人是我亲娘，你是哪门子的野夫人？本以为你是孟家旁支，我爱好和平，想跟你好好讲道理，免得被人说我一回家就欺负人。既然你听不懂道理，那我也略懂些道法。雷来！天怎么突然黑了？这是他招来的雷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赶快给我杀了他！真是雷法！妖女，你是妖女！来人啊，快杀了他！快诛杀妖女！张口闭口妖女，你倒真会倒打一耙！满身业障，可见你平日作恶多端。今天就算没有我，几日后你只怕也难逃血光之灾。哼！记住了，我今天劈你，是救你一命，不必言谢。落！夫人，真被劈了。都说了，是在救他。母亲，你醒醒！你到底是谁？为何来我宁远侯府害我母亲？大小小姐，这妖女冒充您的身份，硬要入府。夫人拆穿她是偷猎虎杖的贼人，她恼羞成怒，这才对夫人痛下杀手。竟有此事！你这简直是危言耸听。首先，我不是妖女，我是天机门坤道。其次，我没有冒充任何人的身份。另外，猎吉龟不是我偷的。最后，我几乎没有对任何人去下杀手。你别过来！我偏要过来，把话说清楚。你母亲污蔑我在先，要杀我在先。我看她面相业障缠身，几天后本就有血光之灾，所以你就拿雷劈她。我那是自保，也是借天雷为她清算业障，为她避难。你放心，她没死，一会儿就会醒。你别紧张。杀人了！妖女又杀人了！你别靠近她！
我没用力啊，而且我刚刚只是轻轻拍了一下。妖女，你先杀夫人，又杀大小姐，你是来灭宁远侯府满门的吗？这是我家，我灭我自己满门，我有病还是你有病？他又想干什么？好像是在诊脉。脉象平稳，气息也不乱。我知道你醒着，别装了。我可告诉你，我知道一个特别疼的穴位，平时师祖和阿鬼都不让我按。你要是不醒的话，我可就要按了哦。我已经提醒过你了，那就不能怪我。果然如此，活了！怎么样？我神医吧？你先把他松开！我这是在救人。松手，痛，松手啊！能喊这么响，说明中气很足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夸我啊！神医啊！你是他们口中的侯府大小姐孟玉妃吗？是，你知道了还不快放开我！我才是真正的侯府大小姐，我叫孟月玲。你占了我的身份，就是偷了我的气运。我是修道之人，对此十分忌讳，希望你理解。我理解什么？理解一下。我要把你偷走的气运全部拿回来。你要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来人，快救我！救命啊！你在干什么？立刻松开他！四哥，快救我！我让你放开玉符，没听见吗？梅正山根稳，血缘线还连着孟家。你是我的哥哥吧？你好，我是你的妹妹，我叫孟月林。你是月林？你真的是小月林？如假包换。我是孟成渊，我是你四哥。小月林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一走就是10几年，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，四哥好去接你啊？等等，什么四哥？我一共就3个哥哥，哪儿来的4哥？你有所不知，父亲战死后，是在北荣城伺候爹爹的2位姨娘领回京的，他们各自育有一子，写入族谱后，我就从你3哥变成了你4哥。小月林，你抓着的是于月，玉妃是母亲回京后生的妹妹，都是一家人，她也是你妹妹，你快放开她了。母亲不是生我的时候难产而亡了吗？她还能回京生孩子？难道母亲死而生诈尸了？小月林，此母亲非彼母亲，我说的是孙夫人，当年扶灵回京的姨娘之一。父亲战死同年，大哥被封为世子，族中长辈觉得偌大侯府不能没有人照顾，就一同抬了孙夫人的位分，让她执掌中围。这10几年都是孙夫人照顾家中，喊她一声母亲也是理所应当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认了别人当娘？怎么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？生恩养恩都是恩，孙夫人对我们兄弟3个有养育之恩，叫她一句母亲不过分。你刚回来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好了，你刚回家，不清楚情况，母亲不会跟你计较。但玉福从小娇生惯养，没受过委屈。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快松手！可是刚刚他们2个都想杀我。四哥，快去看看母亲！姐姐一回来就引天雷劈了母亲，母亲现在生死未卜，恐怕……你疯了吗？一回来就对自家人喊打喊杀，你在天启门学的都是什么？他要杀我，我不能还手。快放开我！我得马上去给母亲请大夫，免得你真的造下大孽，丢光永远侯府的脸。孟月林，你别以为学了点本事就能回家耀武扬威，修道之人最讲因果报应，你这样欺辱母亲和妹妹，就不怕报应吗？你是聋的吗？只听见他说我做了什么，没听见我说他们一见面就要杀我。胡说八道！母亲温柔宽容，玉妃善良单纯，怎么可能杀你？我知道了，刚刚雷声大作，下人说有人强闯侯府，就是你吧？所以明明是你自己冒犯在先，你怎能怪母亲和玉福为了自保的无奈之举？
你这和倒打一耙有什么区别？你敢打我？打都打了，问什么废话？我没有强闯，我一见面就报了身份，还拿出猎虎帮自证。是他们说我是贼，先拔剑，再放箭要杀我。他们都看见了，你自己问。是，大小姐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。我看见你引雷劈母亲，又挟持玉妃，他们怕你，当然只能替你作证。你学了一身本事，就是回来欺负家里人的吗？还不松手！我提前告诉过大哥，今日回家。为什么整个侯府没有一个人知道？在你心里只有大哥，不是吗？你只告诉大哥，没告诉我们，没人知道很正常。要怪，就怪大哥没把你放在心上。那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侯府大小姐是孟玉芙？你又不在家，大小姐当然是玉妃。你们是亲姐妹，谁是大小姐有什么区别？快放开玉妃！她从小娇生惯养，受不了这种折磨。她被喊了10几年的大小姐，就是偷了我10几年的气宇，偷走的东西她必须还。你也是姐姐，为什么非要跟妹妹计较？她也是孟家人，谁是大小姐，真有那么重要吗？对你不重要，对我很重要。她都当了10几年大小姐，你让她怎么还？四哥，我的腰要断了！怎么拿走的，就怎么还。好可怕，太吓人了！她真是真正的大小姐，四少爷都认了，还能有假？那我们刚才岂不是拿剑围杀了甄大小姐？坏了，坏了！刚才事态紧急，我派人去报官了。夫人醒来，非扒了你的皮不可！快去把报官的人追回来啊！快把他追回来！庞月居，你住在这里？小月莲，你讲话别这么难听。玉妃小时候身体不好，住哪里都梦魇，只有住在蟠月居才能安睡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别处真的睡不着。屋子没人住，年久失修容易用，就容易坏。你10几年不在家，玉府住进来也是替你养护院子，你该谢他才是。我给你们1个时辰，把孟玉肥的东西全部搬出蟠月居。您是哪位？1个时辰搬不完，剩下的我全烧了。烧了！你一回来就让他搬，不是在为难他吗？府里院子这么多，哥哥做主，你另选一处。这里就让给玉妃，当你送妹妹的见面礼。这是我出生之前我娘亲自给我准备的院子，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，全是我娘的嫁妆。可玉妃已经住了这么多年，捧月居捧的是我孟月玲的月，不是她孟玉妃的妃。你认别人当娘，我不管，但你帮别人抢我娘留给我的东西，我会把你打得我娘还魂都认不出你。四哥，别让他带我进去！别怕，四哥在。小月莲，你太吵了。四哥！孟月玲，开门！四少爷，那人到底是谁？他怎么把大小姐弄成这样？蠢货！我刚才给你使眼色，让你们拦住他，你傻站着干什么？四少爷恕罪！孟月林，你敢伤害玉妃，我绝不饶你！开门！我是你哥哥，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
滚去珠峰院，把世子请过来。可世子爷从来不管大小姐的事，他只怕不会来。就告诉大哥，侯府真正的大小姐回来了。他现在抓了假大小姐，扬言要索命。大哥不想孟月林被关进大牢杀头，就马上来捧月亭。我看你的面相不算大奸大恶，所以你为什么占我的身份，偷我的气运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存在。从小他们就告诉我，我是侯府大小姐姐，我不是故意占你身份的。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，你冒充我，被喊了10几的大小姐，这是事实。我师父说过，既得利益者没有资格说无辜。属于我的东西，你必须还给我。我要拿回侯府小姐的气运，你没有意见吧？你想对我做什么？你要用邪术伤害我吗？邪术？怎么会是邪术？天机门是正经道门，有祖师，有传承。我师父当年都是有编制的。不要！求你别伤害我！伤害我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，救我！唉，怎么就不能好好讲道理呢？你占我的身份，偷我的气运，别说喊哥哥，就是3清祖师在此，你也得物归原主。拿开！快拿开！别乱动，贴歪了影响效果。什么效果？祖师爷在上，天津基第30代弟子孟月林今日前来讨债，请祖师爷助我，气归本位，运返原主。睡一会儿就好。怎么这么慢？中间好像有东西拦着。孟月林，开门！月林少主，快住手！师祖说，孟玉匪身身上有术法，正在阻止你拿回气运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强取。不能强取。为什么？强行夺回来的不是你的好运，是他的逆运。什么术法这么歹毒，把别人的气运占了，还能把自己的逆运塞回去？暂时还看不出是谁布下的。师祖说可以用转运符，慢慢把他身上属于你的气运转回来。要多慢？什么都不做，半年内也能全部转回来。半年？虽慢，但能保证回来的全是你的气运。算你运气好。天运流转，各归其主。少主，慢慢来。阿鬼，我有一计，能迅速夺回我的全部气运。倒也不必。把孟玉飞杀了，他一死，我自然气运自然就全回来了。师祖，你不帮我就算了，怎么还打我？说了多少次你是修道之人，不可伤天和人和，要多给自己积点阴德。是他先动的手啊！他是占了你身份，抢了你的气运，但我们有办法拿回来，不要那么极端。你那么聪明的脑袋，为什么总想着勾夺命啊？你活阎王吗？你就不能让你家给你办个接风宴，对所有人宣布你才是孟家大小姐吗？只要你和他各归其位，再有转运符的加持，气运全都回来，就是很快的事儿。小月灵啊，师祖今晚就要走了，以后你多听阿鬼的话，别总那么极端。你是天机门少主，你不是贾诩，知道吗？
知道了，师祖。小月灵啊，这丫头身上还有功德，你万万不可杀她。殊不知功德是她用我的气运换的，我得抢过来。抢什么抢？你是道士，不是土匪，功德是能抢到吗？你是真不怕天罚啊？用你道心起誓，绝不做有伤天害理之事，绝不轻易动杀心，绝不违背天机门规。是师祖，疼！您耗费法力打我，会提前走的。臭丫头，赶紧起誓，师祖待不了多久了。师祖在上，我孟月林以道心起誓，此生绝不任何有伤天害理之事，不轻易动杀心，不违背天机门规。师祖，我发誓了，你快松开我吧，你鬼影都虚了。师祖，你看，你不浪费鬼力捏我的话，还能待到今晚子时的。别哭，你平安到家，师祖也就没有牵挂，可以放心去应劫了。小月灵啊，以后的路你就要自己走了，千万要记住，你是天机门少主，不是活阎王啊！别难过，还有我陪着你。不是难过，这是羡慕的泪水。羡慕？对呀，师祖是机缘到了去应劫的，应完劫就要跟师父一样登真了，我还得去成婚，我怎么能不羡慕？大人，我实在不知如何得罪了他，竟叫他一回家就对我喊打喊杀。若非我女儿及时以命护，只怕我如今已经丧命了。可怜我女儿一片孝心，如今却被他抓走，不知生死。周大人，求您救救我女儿，别让她死在自己亲姐姐手里。所以回来的人确实是侯府嫡出大小姐，已故侯夫人唯一的女儿。她上山一起那年，侯爷还健在。侯爷去的那年，她也没回来送侯爷最后一程，与我是真的不相识。主峰院那边有什么动静没？再让人去请，一定要让她死在孟月林面前，坐实她妖女的名声。周大人，母亲，我妹妹学成归来，却用学成的本事欺负家中母亲和妹妹，玉妃被他抓个好一会儿了，眼下生死不知，请周大人快救玉妃。母亲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快带我去看看你妹妹。张渊，你去把你大哥请来。母亲，我已经派人去请了，但派去的人连竹峰院的门都没敲开就被轰走了。傻孩子，你妹妹回来这么大的事儿，当然得你亲自去请。不管世子平日里有多凉薄，这个节骨眼下，多少会念点手足之情。可小月林看起来脾气不好，儿子担心母亲被他欺负。有周大人在，你妹妹想来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救出玉妃，莫要让她残害自己的亲妹妹，叫侯府颜面尽失。母亲说的对，儿子这就去请大哥。观您面相宽阔，周身正气十足，您有福报加身。刚是哪位大人？本官乃京兆府尹。求求你放过玉妃，她只是护母心切，没有与你作对的心思。你若是嫌她碍眼，我可以将她送走，绝不让她出现在你面前。求求你饶她一命吧！看清楚了，你跪的是你女儿，这一脑袋磕下去，折的可是她的寿。本官接到报案，说侯府闹出了真假千金之事。侯府乃勋贵之家，血脉不容混淆。本官亲自前来，为的就是一个真相。你可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身份？周大人，她确实就是先夫人唯一的女儿。当年侯爷战死，侯府一片混乱，妾身为了稳定侯府，前后换了好几波下人，再加上有关大小姐的一切都被世子拿走了，府上这才不知大小姐的存在。世子从未与我说过大小姐的消息，是以10几年过去了，今日大小姐回府，妾身一时间没能认出，这才造成了误会，是我的错。我身为侯府主母，未曾主动询问世子，是我的疏忽，请大小姐息怒。大人，他说的对，如果余光斗他脑子不好，今天的一切冲突都不会发生。你既然是我爹的妾室，我爹生前也没有抬你的位分，那你就是妾。你纵容你女儿见整是其罪1，今日冒犯于我是其罪2，数罪并罚，不容饶恕。但我毕竟离家多年，第一天回来，也不好罚得太过，便罚你们母女给我磕头赔罪吧。大人，我怎么了？不是你说的，她确实是侯府大小姐吗？既然她身份不假，
那你今日的冒犯便就是真。她是嫡女，如今只是让你磕头赔罪，没有把你们母女赶出去，已经是宽容了。你还想如何？周叔叔，我认为还是需要验证一下，这位姐姐到底是不是我们侯府血脉？毕竟你离家15年，期间未曾回过府上，也无人为你证明。不如请我3位哥哥过来认一认吧。是啊，是我疏忽了，侯府血脉不容混淆，还是得请3位少爷来滴血认亲才对。我有信物啊，周大人，这是当年怀王给我与皇世子定亲时候的信物猎虎帮，可以请还怀王验真假。这怎么？你是想说我手里的猎虎胶是假的，还是又想说猎虎胶是我偷的？请周大人查验。大人，大家都知道怀王府猎王虎丢了许多年，这怎么能作数呢？猎虎照丢了许多年，本官怎么从未听说？倒是侯府大小姐与怀王世子的这桩婚事，京城人尽皆知呢。猎虎这乃怀王军虎符之一，和微山玉并后变为山河令，可调动10万怀王军听1人之命。此物做不得假，本官信你。没想到怀王竟拿这样重要的东西来当做定亲的信物，怪不得师父登真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要他一定要履行婚约。周大人，我的身份已经没有意义，但侯府乃至整个京城都无人知我。我认为府上应当给我办一个接风宴，在接风宴上，侯府应当将我与孟玉斐的身份对外说清楚，如此一来，才不至于叫人不懂，反而多了议论。周大人是父母官，岳灵父母双亡，便斗胆请周大人做主。好，你父母生前与本官也是旧识，这个主本官给你做了。本官还有公务在身，就不久留了。3日后的接风宴要按时筹办，明日之内将帖子发出去。是，大人，妾身记下了。周大人慢走。是你，刚刚是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哦。娘，不要生气，我们先回去再说。娘，如今也不算完全是坏事，毕竟怀王生子，女儿不嫁也好。大哥，你就出来吧！你就算不认玉斐这个妹妹，你总该认岳林吧？小岳林离家15年，你不让任何人在家里提起她也就算了，她都回来了，你还不见她，未免太凉薄了。娘虽然是因为小岳林而死，但小岳林也是无辜的。少爷，周大人已经走了。把谁抓走了？没抓任何人。周大人还答应了大小姐为他做主，勒令夫人3日后给大小姐举办接风宴，并要在明日之内给全京城的世家送去帖子。啊！现在捧月居上下都忙着给玉妃小姐搬院子，大小姐站在屋顶上监工，谁偷懒她就让纸人揍谁。纸人？门房说，他把大小姐关在大门外的时候，大小姐就是召唤纸人开的门。捧月居是玉斐从小住到大的地方，小岳林这么霸道，玉夫得多伤心啊！我得去看看他。少爷，等等我！李苦，你去捧月看看，若是孟成渊过去找大小姐的麻烦，直接把他打死。世子爷，三少爷只是蠢了点，罪不至死。分不清自家人和外人的蠢东西，活着本身就是一桩罪孽。推我回去吧。世子爷不打算去见大小姐吗？明日再见。1个时辰了，你们还没搬完啊？大小姐恕罪，玉斐小姐在此生活了14年，东西实在是多，我们已经尽力在搬了。玉斐小姐光是衣服首饰就收拾了10几个箱子，还没收拾完呢。玉斐小姐这10几年琴棋书画样样都学，这些也还没收拾完。再给点时间吧，整个京城也没有哪家贵女搬家是1个时辰能搬完的。行吧，你们不用搬了，你们去。四哥，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全呢？
知不知道你都干了什么？知道啊。你是故意的吗？是啊。我说了，一个时辰搬不完，我就全烧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名著古玩、珠宝玉器，还有许所多的古本古籍。四哥，还有你每年送我的生辰礼，都不没了！快同你妹妹道歉！你说什么？我要你道歉！你怎么又打我？因为你脑子不起清楚。梦，月玲，喊也没用。我说了，一个时辰搬不完就烧，没人把我的话当回事儿，现在又来怪我，不讲理的是他，不是我。你是我的亲哥哥，却不讲道理，只帮外人，还要我跟他道歉，你不该打吗？那你也不能真烧。为什么不能真烧？这些都是玉匪的东西，你没有资格处置。捧月居是我的地方，我给他时间处置了，是他不处置的。他没有不处置，只是时间来不及。来不及就多叫一些人来，我又不是他娘，我没有义务包容。请你看了这么久的戏，你总该出来对我说声谢谢吧。李苦参见大小姐。你是谁的人？属下奉世子之命，暗中保护大小姐。我大哥今天为什么不出来见我？不知，世子只说明日再见。平安符，拜托你拿给我大哥，顺便转告他，明天我去见他之前，不要出院子半步。世子，大小姐行事果断，雷厉风行，那对母女在她手中占不到半点便宜，您可以放心了。晚上你去孟城院中一趟。世子，3天后大小姐的接风宴，三少爷还得出处。无妨，左右他已没什么可言，就让他肿着脸出现吧。大小姐，早上好。世子让我来请你过去，一同用早膳。你昨晚去哪儿了？大小姐此言何意？我师祖应节前把他养的小鬼给我了，你身上有阿鬼的气息。你昨晚是不是来过我院子？大小姐，世子在等您呢。等我一下，我带点东西一起去。这是大哥被封为世子那一年，师傅和他一起做的。看来这就是大哥了。你就是我大哥，神魂不稳的人最好别碰这个。心爱之物，可舍不下。实在舍不得的话，我可以往上面加持一道安魂咒，就是雷击木加上安魂咒，对你也不是很好。昨天有人欺负你了？已经没事了，他们错过了最好时候，没机会再下手了。那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会算到你有死劫？这是我的事，你不必知晓。贴身带着，不要离身。摆扇吧。我会医术，给你把个脉。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己清楚。你怕我害你吗？实在是我用不上。都说了，你死劫刚过，神魂不稳，命数有变，最近别碰这串雷击木。等你神稳定了，我会还给你的。萧月林，把珠子还给我。不。世子爷，大小姐。大小姐，大少爷口味清淡，往日里早膳都是吃一些瓦罐煨粥，今日这些饭菜是大少爷一大早吩咐我去醉香楼打包回来的，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？你平时只吃瓦罐煨粥？醉香楼的早膳精致可口，你尝尝。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银票、衣物，还有你准备的嫁妆都在车上。一会儿我会让李楚送你去怀王府。什么？离你们的婚期就半个月了，你如今去怀王府，不过也就是提前过门的事。我会给怀王妃修书一封，她不会对你有意见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听得很清楚，何必再问？所以你也觉得我的回来委屈了孟玉妃？无论你承认与否，这10几年来，大家眼中的侯府大小姐确实是她，而你却查无此人。所以，我明明告诉了你我昨天回来，
你却故意隐瞒不告诉侯府其他人。是。你知道我在天机门长大，不懂得高门大户里的规矩，你隐瞒我的归期，其实存的是让我出丑的心思。你想让我出丑，是希望让外面的人觉得我蛮不讲理、不懂规矩，不如孟玉斐吗？小月里，不必问了。她是府上所有人看着长大的，在所有人的心里，她就是侯府真正的大小姐。侯府所有人都爱她，而你不过是占了一个嫡出的身份，在大家眼中确实不如她。所以，你昨天闹也闹了，捧月居也被你毁了，她也如你所愿被拆穿，并非侯府嫡出大小姐。有什么气你该都发泄完了，这时候去怀王府正合适。大小姐，该出发了。如果我不下山，这桩婚事会怎样？自然由她嫁去。她可没有猎虎棒，你们为未免想得太美了。这里是我家，无论你们对我是什么态度，这里都是我家。你们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让我离开。我的东西，谁也别想抢。站住！你若实在不愿今日离开，我也可以纵容你到接风宴之后，是孟家嫡系每个人都有的身份玉牌。如果你同意接风宴后立刻离开侯府，我就给你；否则，在接风宴上你拿不出身份玉牌，你只会被所有人当成赝品。如果我不同意，接风宴上你是不是会把玉牌给孟玉飞？不会。那你会主动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没有身份玉牌吗？我还以为你和孟程程有什么不同，没想到都是一路货色。但我这个人天生硬骨头，是我的东西我一分一毫都不会让。接风宴我要，身份玉牌我也要，孟玉福想都别想。大小姐姐，世子爷不会说好听的话哄您，但他李苦苦回来，他在山上过了10几年的清贫日子，乍然见到侯府繁华，舍不得也在情理之中。既然他不想离开侯府，那也不必强求。左右到了接风宴上，丢人显眼的依旧是他。滚你丫的！这股火堵在心里，发不出来，也平复不了。走，让侯府热闹起来！夫人，夫人不好了！大小姐，我们开库房，我们不给开，他直接闯进去了，还让纸人把库房东西往外搬。什么？他岂敢如此？快些！你这是强盗行径，快让你的停下来！月玲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想要什么，下来跟我说，我让人送去你的院子，好不好？不必了，我师父教我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况且我们之间有旧怨，谁能保证送来的东西没做手脚？我自己动手，正好给你摘掉嫌疑，这是为你好。月玲啊，这里面不少东西都是我给玉妃准备的嫁妆，你总不能把她的嫁妆据为己有，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孟玉妃的嫁妆，你准备的？对啊，睁开眼睛看清楚，这些东西可都是我娘的陪嫁。你只是代为管家家的妾室，竟敢拿主母的东西中饱私囊！月玲，你有所不知，为什么打我？你是什么身份，敢直呼我的名字？大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先夫人不在了多年，这些陪嫁一直由我代为回管管，从未。前些年3少爷与4少爷主动要求把他们继承的遗产赠与玉妃，所以我才敢拿这些做嫁妆。有凭据吗？有的，有的。他们当时签了赠与契约，还送去官府做了公证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大小姐，既然确认是误会，可以让纸人停下了吗？我娘的陪嫁那么多，我3个哥哥各分1份，我现在拿的是属于我的1份。可是这些，你们当年的赠与契约里，有写清楚送了哪些东西吗？怎么可能写清楚？写清楚不就暴露早有谋算了吗？既然没有写清楚，那我现在拿的就是我的那份，你无权阻拦，赶紧让开！马上去把孟成杰喊过来。
程渊，他说恼的都是他那一份，你不要去同他争闹。他刚回家，我们得对他好些。彭越居已经让给他了，玉斐的东西也被他烧了，还要如何对他好？库房这些早说好是给玉斐的，他又拿走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我去同他讲清楚，让他把玉斐的东西还回来。程渊，你冷静点儿。程渊，母亲嘴上拦着，脚下却一步都没动。只一个孟程渊，只怕东西要不要回来。玉斐，孟静竹几时回来？昨日送了消息回府，他要接风宴那日才能回来。你再给他去一封信，让他知道他的好妹妹都做了什么。娘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，让三哥安心准备接风换亲吧。傻孩子，让温大公子知道他今日所为，对我们换亲也有利。女儿都听娘的。好孩子，我们回去，等孟程程和他谈完再说。让人把库房修好，再安排人守住这里。这一派放东边，剩下的归到里面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回来就回来，为什么非要跟玉妃？让我看看他们刚才说了什么。让三哥安心准备接风宴换亲吧。孟静竹在哪儿？那是你三哥，你就不能叫一声三哥？我问他现在人在哪儿。你对我直呼名字也就算了，现在对你三哥也……现在可以说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三哥素来喜爱幽灵莲花丛，我怎么会知道今天他睡在为回华府中？哦，你把这些东西都还回去。为什么？这些都是我娘的东西。但是我都送给玉肥了。肥10岁那年，我和三哥把我们那份都给玉肥了，大哥那份他自己从来不管，一直都是母亲在打理，理应也给玉肥。小月林，四哥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玉妃是我们娇宠着养大的，她跟你不一样，她受不得这样的委屈。听话，把东西还回去。只想把他脑子讨子出来洗干净，再装回去。继续，把东西摆整齐。一上午过去，彭约总算就又有点样子了。好了，辛苦你们了。还有人在跟着你。让他们跟。夫人，大小姐朝晃森阁来了。他怎么又来了？快去把门关上，我不想见他。娘，你忘了他会邪术了吗？关门也拦不了他。那怎么办？我不想见他啊！要不您装病？不行，你忘了他昨日一下就念暗星，他会医术。他会医术又怎何？他若敢说您装病，我自有办法。到时候他若再敢说自己懂医术，自然有人反驳他，他不会好过的。快去找孟成渊，让他到外头请大夫。孙氏被我气病的消息就这么传出了侯府。听说孙夫人病倒了。大小姐，夫人病倒了。她病着，那我的接风宴会不会受影响？不会的，夫人病倒后，府里会请教周姨娘，不会耽搁大小姐的接风宴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大小姐去哪儿？不是都交给周姨娘了吗？我院子里没人守，我去找周姨娘安排，让姓孙的好好歇着。接风宴那天还得给我赔罪。大请留步，人手的事儿，周姨娘管不了。您稍等，我去跟夫人通报。他们不是说病了吗？等着看不就知道了。玉妃，要不今天就算了，让她去找你周姨。那怎么行？
局都做好了，他不来怎么收场？可是以四哥的性子，现在定是去请百药堂李老太医。李太医性子执拗，必须让孟月玲反驳他，否则倒霉的就是我们。去把他带过来，再通知管家，把大院没主的下人都送来，让孟月玲自己挑。是。大院里的都是短工，我们没有身契，如何拿捏？短工3个月换一批，拿捏他们本就无用。这批人再过5日就要走了，正好让他们把消息带出去，稍微给点钱，就能把她说成妖女。那换亲呢？即便三哥这次没说服温大公子，5日后他也得重新掂量，再让三哥吩咐那几个花魁替我们吹吹枕边风，不愁温大公子不同意换亲。还是你看得通透，只要你能嫁入王府，如今受的这些都值得。放心吧，娘，怀王是死非只能是我，温大公子会明白的。快点去百药堂请李老太医，寻常大夫不行吗？就请他。我母亲不能有事，李爷爷跟我去侯府一趟吧。谁病了？我母亲昨日还好好的，今日突然卧床不起。可有高热？可有昏厥？都没有。可他昨天遭过雷劈，人没伤着，可今日突然就病了。老朽去看看。夫人吩咐，把大院里没主的短工都叫来。全叫？全叫，让大小姐自己挑人。这批人5日后正好到期。那就更合适。人已经开始往这边送了。真要把这么多人给他？当然，人越多，看到的越多。看到什么？看到娘病得有多重。外行看不懂药方，只会觉得药越多，病越重。说李太医来了呢？李太医来了才好，我们什么都不下。为什么？李太医医术太好，真用了药，反而容易被查出来。那他若说我没病呢？娘只管难受。若他不信，四哥会信，府里的下人也会信。然后呢？然后自然有人问为什么。女儿先避一避。这时候你可以阻止他，显得自己体恤有礼。那也太装了，我就喜欢看他不得不低头。见过大小小姐。我院子里差几个人，你现在给我安排了吧。大小姐的需求，家中自然要第一时间满足。我已经通知了管家，让他挑些人过来，大小姐可以亲自选。你既然生病了，我也不好一直待在这里，让管家人送去捧月居，我在那里挑。不行，李太医还没来，他不能走。管家一会儿就带人过来，你稍等片刻，免得来回跑了。不行，你病了，我不好在这儿待着。大小姐，妾身无碍，不觉得打扰。不是，我是怕你传染给我。刚在库房你还生龙活虎，1个时辰不到就病成这样，病成这么快，怕是瘟疫发作了。你刚闹完库房，现在还要找母亲理论，她已经病倒了。就算你是我的亲妹妹，我也不会让你再为难母亲。离我远点，你这臭到了。孟月莲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让大夫给母亲看看吧，她现在看着很虚弱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怨，母亲毕竟抚育兄长多年，姐姐既然会医术，能不能一起帮母亲看看？我实在担心。对，母亲本就是被你气病的，你正好进去替她看看，也算将功罪。完喽，姓孙的装病要被揭穿喽。这局本来就是冲你来的。姐姐，你医术高超，快看看我母亲到底怎么样了。可能快死了吧。对不起，我胡说的。姐姐，你昨日不是一下就将我唤醒了吗？你还说自己是民间神医，求你帮母亲看看吧。昨天能一下把你弄醒，是因为你昏迷是装的。大部分人的3阴雕穴按着都很痛，我只是让你装不下去罢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姐姐，我没有装昏迷迷，我真的相信你的医术。相信我的医术？
你不相信这位老大夫吗？这位夫人脉象健壮，那他为何突然病成这样？身体不适，应当发于心，心宽则气顺，气顺则平安。这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。李爷爷，我母亲身体一直康健，可她昨天被雷劈了呀！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突然就垮了。您再仔细给她看看吧。哼，那或许是疑难杂症，老祖医术不精，不会看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心中有不满，但旁人叫我大小姐，并非我故意的。如今你回来了，大小姐的身份已经还给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难道一定要我和娘都是姐姐才能收手吗？天机门教姐姐术法，难道是让姐姐用来害人的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对孙氏下咒了？我没有指责姐姐的意思，她毕竟是我娘，请姐姐体谅女儿牵挂母亲的心，放过我娘好不好？这么担心她，倒不如真让她装点邪。天机门，你是天机门的人？对，我妹妹1岁就入了天机门，昨天才刚回家。李爷爷，她从小长在山上，您别跟她计较，再帮母亲看看吧。还看什么？她脉象健壮，根本不是重病。我方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可认得此物？平安签。对，老朽想请小仙师算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算一算老朽的死期。小仙师莫要误会，老头子已经75岁了，可这一身医术还没有传人。我只是怕走得太仓促。李爷爷，姐姐才刚回来，后日还有她的接风宴，这毕竟是喜事，现在只怕不方便算这个。如果您不嫌弃，我也可以替您看看。是啊，李爷爷，玉妃3岁时得高僧福鼎，还在清音堂修行了2年，回来之后也一直居家修行，她的本事不比岳灵小。没想到你不仅偷我命格，连我的经历都要学。可惜，这是我天机门的平安签，你抢不走。仔细看看身边亲近之人。玉妃，你别伤心，岳灵性子向来直接，有她在，她不会让你出头。李爷爷，我就说她看不了，您别心急，玉妃肯定可以看。李爷爷一心只想找个传人，你若能看，为何还拦着玉妃？岳灵，我是你哥哥，你就这么走了？四哥，李爷爷还在，人是你请来的，你得先送李爷爷回去啊。李爷爷，您所求非小事，务必让玉妃您看看。李爷爷，可否让我看看您的手相？放心吧，今日之事，老朽不会往外说。药箱提上。李爷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玉妃是真的有本事。李爷爷，您真不给我母亲开药？她无病无痛，我开什么药？可她一直躺着起不来。躺着不等于病着。玉妃，今天这算成了还是没成？当然能成，外面只需要知道孟月林把您气病了，还当众说您是在装病。至于李太医的话，传出去时换一种说法便是。可说我装病的是李太医，孟月林说的，若说他咒您出事，旁人反而会想，您是不是把他得罪狠了？只说他气病您，又污蔑您装病，这样反而更可信。还有李太医，他明显把孟月林的话听进去了。他德高望重，没人会当面追问，但一定有人暗中观察。半真半假的东西，才最难自证。我们在稍加引导，不怕他成不了妖女。还是我们家玉妃想的周全，娘有你真是有福气。大小姐，人都带来了。这个，还有后面几个。他连连功短功都没问，生气也一个字没提。没有，未免意外。今夜便叫彭越君闹点鬼好了。母亲，李太医说你根本没病。太医也不是神仙，难道他说没病我就真的不难受了？四哥，娘昨天才遭了雷劫，你别逼她。那你到底哪里难受？头晕，胸口闷，浑身都没力气。可李太医说你的脉比我的都强。脉象正常，也不代表什么病都查得出来。娘，
李太医已经看出来了。我知道。那这一局怎么办？急什么？看出来，不代表他会管。原本只要把事情闹大，府里的人自然会相信是术法作祟。现在也不迟。李太医越说我没病，这件事反而越像寻常医术查不出的怪病。娘，你听见了吗？不过是风，窗户关着。奇怪，方才还好好的。什么东西？娘，我的手！娘，你怎么了？麻了，整条胳膊都麻了。娘，这也是娘排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安排过这种东西？那为什么会有雷光？昨天那道雷，不会真的留下什么了吧？别胡说，雷劈完就是劈完了。娘，腿麻了，怎么连腿？刚才还是装的，现在不会真病了吧？快去叫人！坑填好，你们就回去。洒澡、收拾、做饭，各自把事情做好就行。师傅说过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，不必怕何人。孟玉福明显就是冲你来的，你真一点不担心？我一个正品还怕赝品？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我在你大哥院子里抓的。我威胁他半天，他都不吭声，怎么你一拽他就说话了？是被污染的路径，你是鬼，他怕你。路径只生在福泽之地，天生带有净化之力，你怎么会在竹峰院？大人救救我！我被煞鬼污染了，连净化之力都救不了自己。先下来。就在前面。煞气绕梁。大半夜不睡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白天时闻到了硝石味儿，所以晚上看看你到底在做什么。你于这个家而言只是外人，这些不是你该管的事。安心等接风宴之后，去怀王府就够了。孟怀旭，你是不是在养小鬼？本世子不信这些，你不必危言耸听。我只说一次，你的身体不对劲，院里的煞气也太重。若真在养精，它已经快成了，最好交给我处理。我是玄门中人，不是江湖骗子，你最好信一信。我已经仁至义尽，你既然不听，我也不会强求。真等煞鬼开始害人，我自然会出手。在对黑火药的方向，不是李苦，看起来也不像是个人。孟怀旭，你真的养小鬼了，对吗？你既然回到侯府，就别总把神鬼挂在嘴边，别到了最后，玉府是仙使，你却成了妖女。大小姐，夜已深，世子要休息了，您请回吧。他是不是养小鬼了？大小姐，请慎言。有些话我不能说太清楚，但你们若什么都不说，我只能等煞鬼开始害人，到时候就什么都晚。大小姐，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。世子爷什么都没做，竹峰渊也没有鬼。岳林少主，那东西又动了。他们什么都不肯说。因果未成，我不能插手。西南方向，黑火药藏就前面。读取小路经的记忆，韩川不仅受了重伤，还失去了说话的能力。见过他的人都把他当成恶鬼。怎么了？我记得韩川，当年就是他去天机门报丧。下来。孟月林，我让你下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翻进来的墙就在药房边上，那时李土正在给我温药，你说我怎么知道的？韩川，过来，让大小姐看清楚，你到底是人是鬼。韩川几年前为了救我，被歹人毁了容貌，也失去了舌头，伤口中毒，久住不易。1个月前，我找到机会，让李苦把他接了回来，安在这里，不让外人见到他。可还是有人说竹峰院闹鬼，
他们口中的鬼，就是韩川。你听了谣言就跑来治我，韩川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告诉你是为了保护他。如今答案你也看到了，满意了吗？可真正的杀气还在孟怀旭身上。你误会我了，我说你养小鬼是因为……孟月林，不管你想说什么，真相就如此。夜色已深，我身体不好，陪不了你闹。那个房间里全是黑火药，对不对？你在说什么？硝石味这么重，我闻得到，是不是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你只需要等接风宴后去怀王府做你的世子妃，这些不是你该管的。大哥，你到底瞒着我什么？为什么这么着急赶我走？小月岭，你若不想接风宴后就走，那就等到原定婚期，左右不过半个月。但你也看到了，这个家已经不是你的家了。昨天你没被当成妖女赶走，接下来的半个月也别让人抓到把柄。他在提醒我。大小姐，请回吧。出去的方向也在前面，你拦着我做什么？属下的意思是，大小姐姐请原路返回。哦，果然又回来了。大小姐，对了，韩川的伤我能治，明天到捧月阁来取药。大小姐，后日接风宴帖子已发遍京城，怀王府一定会出席，您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知道，孟玉狒狒想还亲，她想代替我嫁进怀王府。若您真把世子当亲哥哥，就听属下一句劝，别管这里的事儿。我可以暂时不管。怀皇世子神志有损，太医院断言他活不过20岁。今年他已经18。真的？真的，因为这事儿，怀王府前些年曾上门商议，若婚事不能推后，便换成大公子温关系。如果怀王世子死了，温关嗣是不是下一个世子？大小姐睿智。不是我睿智，我是相信孟玉翡，她费尽心机想取代我，肯定不是想嫁去守寡。这个给你，虽然比不上孟怀旭那张，但也能替你挡一次灾，就当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这回真走了？走了。大小姐这次是真的走了。得立刻返回前院，将韩川换回来，把刚才二人的对话尽数告诉小侯爷。世子，大小姐这话的意思，难道是孟玉否已打到温大公子身上了吗？怪不得孟静竹这几天都不见踪影，原来如此。阿景活不过20岁，若小月琳最后嫁给温关系，就等于告诉所有人，温关系就是下一个世子。如此甚好，温关系配不上我们家小月琳。明天让我们的人在温关系面前多说说小月的坏话，助他们一臂之力。是。所以，我出门后不久，房间里就跑出了好几个压床鬼。现在5个丫鬟都被鬼压床了，还有一个趁机占便宜，就在前面。厉害呀，小指灵！一会儿给你们加餐。小仙师是饶命啊，小人也不敢的，是有人把小人丢进来的，小人冤枉啊！对，我们只会压床，我们伤不了人的。临兵斗者，皆4组前行，杀鬼降魔，急急律令。你干什么吗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小神仙当然是要把你打得魂飞魄散，永不超生了。放过我，放过我！我什么都说，只要你放过我。生前坏事做尽，死后为虎作伥，什么安杂东西也配叫本座放过？给本座死！
为什么不问点有用的再杀？怨气鬼是鬼奴，无法透露任何与他主人有关的消息，却能让他的主人知晓他被我抓了。抓紧杀掉，不仅能让鬼奴之主肉疼，还能避免鬼奴逃脱，免得节外生枝。我们月灵社主果然厉害，可是这个鬼奴之主藏在暗处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到底是有些麻烦。鬼奴八成和孟玉庆脱不开干系，算个屁的案件，好防死了。为什么这么确定？师傅曾经说过，利益所在，疑凶所在。这5个丫鬟第一天到捧月居就撞鬼，事情传出去，捧月居和我都没好名声。只要我成为孟玉肥的对照补，接风宴之前，他就有可能说服温关西娶她。为什么你名声不好，温关香就会娶她？因为傻世子还活着，温关香是下一个怀王世子，这件事还没有被摆到烛面上来。这桩婚事的双方是我和王世子，温关系娶我就等于名牌，有利于他发展壮大自己。如果我名声好，他接受换亲，我嫁给他就是锦上添花；如果我名声不好，他还接受换亲，那便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说了半天你都没听出来，温关西不是个好东西吗？那你今晚……拜托，就算在大家眼里温关西是下一个怀王世子，那他现在不还不是吗？既然不是，那他是想娶我就能娶的吗？我今晚做的都是身为门天主少主该做的，我嫁给谁还轮不到别人做决定。听他这么气鼓鼓的说话，终于安心了。这几天心里总是怪怪的，这下总算能松口气了。真的假的？再怎么说也是侯府千金，竟这么没教养吗？现在都说不是气病了，是他公开诅咒侯夫人呢。听说连救扶伤的李太医都被他诅咒早死了。百药堂今天都没开门，有人说昨日李太医被他指着鼻子骂，回去就气得一病不醒了。仙姬玉费小姐小时候上山修行过几年，京城有谁不知道？京城不知道，这位大小姐明明是山上长大的野女，却偏偏给自己安个修行名头。说得对，京城仙妓岂容污名？此女冒充修行之人，简直是辱我等眼目。不错，她若不认错，我们替天行道，让她当众谢罪。侯府千金又如何？不孝不敬之人，人人可耻。明日侯府大小姐办接风宴，我们全都去，当面让她承认错误，给侯夫人和李太医磕头赔罪，再向玉妃小姐和全城学子道歉。只是野女，虽然不够，但也算尽力了。今日捧月居没有传出闹鬼的消息，想让外人说孟月玲是妖女，确实很难，只能今晚重新计划。明日的接风宴，我一定要叫孟月玲被打成妖女。玉妃，野女也行，野女也不是什么好名声，温大公子肯定会松口的。你懂什么？野女只是没教养，妖女才是人人必诛。要不，我写封信？不必，娘。我一定要嫁给温大公子，所以，如果今天三哥带不回好消息，明天的接风宴就要辛苦娘了。呼吸放稳，动作不用快，跟着我慢慢来。虽然他们没有昨夜的记忆，但鬼气多少伤了身体，早起迎着这朝阳练几遍气功，能有效提收阳气，否则得好几天才能缓过来。慢慢睁开眼睛，平稳呼吸。好，解散。大小姐，您怎么都没出汗啊？是啊，这八段旗多简单，可是这么累人呢。站好。地上凉，现在虽然是春末，但女孩还是要避寒，别往地上坐。是，大夏小姐。你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去？要给大小姐做早膳，食早就准备好了，下锅很快就能熟。走，我们一起去厨房。大小姐，这是奴婢的活儿，怎能让您动手？是啊，大小姐，您快把面团放下吧。厨房有猪肉吗？有，去皮，肥瘦分开，打成肉泥。可是大小姐，我们都是短工，过不了多久做完工就要出府了。没事儿，先学了再说。你们现在还在府上呢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
大小姐，这是奴婢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。那当然，我师父会做的菜可多了。我在天机山这些年，他把我养得极好。大小姐，您的师父是个怎样的人啊？他来自离我们几千年后的时空。几千年后还有人在吗？当然有了。他们那个时候，师父说男女平等，女子能顶半边天。大小姐，奴婢名叫香草，3日后工期满就要离开侯府。奴婢麦穗，奴婢当当，奴婢小狗，奴婢大鸭，我们都想跟着大小姐，求求大小姐留下我们吧。但你们现在都是短工，我没办法长留你们在身边。奴婢愿意卖身为奴，求大小姐买了我吧。奴婢也愿意，我也是。大小姐，我们是自己愿意留下来的。先把他们5个人的短工器找出来，再去衙行，手续一项一项办清楚。是，大小姐。大小姐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逛街。明日就是接风宴，总得添置些东西。原本今晚还想再往捧月营送几个厉害的鬼奴，亲自盯着，保证那5个丫鬟有个3长2短。没想到一上午都没过去，他们竟从短工变成了家奴。若只是单方面签下卖身契，还能对外说孟月林逼良为奴，可他偏偏去了衙行，先拿走短工器才签身契。这一招釜底抽薪，我之后的计划彻底落空了。姐姐去了哪里？回二小姐的话，大小姐领着她的丫鬟们出去添置衣服首饰，说是为明日的接风宴做准备。姐姐在山上过惯了清贫日子，如今才回侯府，手头必定拮据。去告诉京城各大成衣坊和首饰铺，她的账目全都挂在我的名下。记住，这件事谁都可以知道，唯独别让我姐姐知道，免得她自尊心受挫，连街都逛得不痛快。知道怎么做了吗？知道。大小姐以您的名义处处赊账，还一掷千金，挥霍无度。去吧。渡过去就是大道到坦途，渡不过的话，只怕怀王世子的死期也是我的难日。而我6岁那年，正好是孟玉福从清音堂下山回府的时候，所以我猜，他不仅是在偷我的气运，还想走我的命格。读书人有文昌星庇佑，本就是气运之人，他拿准读书人的心，再让你成为人人喊打的妖女，就能压制你的气运。世上没有这么巧的事。我今天出来，就是想弄清楚，她为何被这些独生人奉为神女，京城仙玉的名头到底是怎么叫出来的。大小姐，打听到了，慢慢说。二小姐从清堂下山后，京城都传她是因仙人福鼎才入得道。那时候还有人提起您也在山上修行，所以你们2人常被放在一起比较。阮哲就在那年的春闱放榜，有个年近50的举子屡试不中，那年一举中了进士，因为太过高兴当场死了。刚下山不久的二小姐正好在附近，她给那举子祈福后，人居然真的活了过来。那举子千恩万谢，当场称她为仙叔，京城仙剧的名声就这么传开了。再后来，就再也没人提起大小姐您也在山上修行的事情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邪门。你看，我就说你很厉害，擅长收集和整理情报，没错吧？那也是大小姐厉害。大小姐，我们已经把明日接风宴的帖子送到李大姨手里了。李阿姨说她明日一定准时赴宴，李阿姨还让我们向您表达感谢，她说她找到传人了。知道了，你们也坐下，吃点东西，喝杯茶。夫人来了，院里的人快出来迎接。你们吃，我去看看。大小姐，我们跟您一起去。不对，我们回来以后，明明把捧月居的大门从里面拴好了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月林，明日就是你的接风宴了，想着你从小在山上生活，只怕没有合适的东西赴宴，所以特意给你送些衣裳首饰过来。我问你，是怎么进来的？
就那样进来的？你门又没关。芷玲一直守着院子，是谁翻了墙，又是谁从里面打开了院门，她看得清清楚楚。大小姐，东西已经送到了，妾身先回去。站住！你胆子挺大，让一个男人翻我的外墙，再从里面给你们开门。大小姐误会了，妾身怎么会做这样的事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又自称什么？妾身自称妾身。宁远侯府妾室指使男仆翻墙进入捧月居，居心叵测。小狗，你跑得最快，立刻去报官。是。大小姐，真的是误会，妾身在外了头叫门1刻钟都没有动静，这才一时着急，绝不是有意闯进来。这些话你跟周大人说吧，我不听。大小姐，明日就是接风宴了，妾身真的没有恶意，只是来给你送衣服首饰的。你看，这可是上好的软烟罗，光这一件就得上100两银子，妾身是带着真心来的。给你选的头面也是纯金的，光这一整套下来也得1000两银子。大小姐万不可因为这些小事误会妾身。如今虽是4月，可春日正是乍暖还寒，明日更是降温有雨。你给我送一整套薄如传艺的软烟罗，是准备让我明日在接风宴上受冻吗？软烟罗轻银你却配了一套的纯金千红宝的头面，到底是你不会搭配，还是想让我明日看起来俗气又不合时宜？妾身知道你不喜欢妾身，但无论如何，今日妾身确实带着诚意来。这些衣裙首饰，你若实在不要，扔了便是。站住！芝麻关门！不要过来！你听过一句话吗？什么？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幻觉彻底发动，旁人眼中的院子仍阳如常，可孙氏已经被拖入了另一重幻境。他有失心疯。夫人向来身体康健，怎会有失心疯？大小姐别站着了，快想想办法吧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了。孟玉肥不是京城仙姬吗？你们喊他来看看，是不是撞邪了？真奇怪，孟玉肥以前住捧月居10几年都没事，我们住这2天也好好的，怎么他一来就撞邪了？大小姐前日不是说如夫人业障重，近日还有血光之灾吗？我为她引天雷洗了业障，血光已经避开，看来是换成病一场了。快去请大夫，她应该是得了风症。夫人是在你的院子里出的事，你必须负责。好，我负责。正好我略懂医术，我现在就给他看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让我负责，我要给他看病，你又不让我过去。夫人就是在这里出的事，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了。是吗？你的意思是不能放过凶手，对吧？自然，此事一定要查清楚。小狗，奴婢在，去。大小姐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今日不管发生什么，都是侯府家务事，还是别闹到外面去。大家都听见了，张嬷嬷既不让我给孙氏看，也不让我的人出去请大夫。他要出了什么事儿，可不能怪我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大小姐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。这里是大小姐的院子，没有大小姐允许，谁也不能拦她的路。我是奉命办事。大小姐，着火了，快救火！幻境会自动承接现实，在孙氏眼中，他终于用火把逼退了恶鬼。快救火！快，水到
院子里的事还没说清楚，谁都不能随便离开。所以，孙夫人饭点带人去捧月居茶大闹一场，还让人点火烧了回廊。对，我连饭都没吃上，院子还被他烧了。四哥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，先把母亲和张嬷嬷放了吧。他们可是私犯，是要送官的。明日还要办接风宴，母亲何苦这时烧捧月居？你听四哥一句，先放了母亲，张嬷嬷任你处置。孟成渊，你还没想明白吗？妹妹刚回来，和母亲还没磨合好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南仆翻墙是真，送去不合时宜的东西是真，捧月居被烧也是真。既然说有误会，就报查清。李苦拿腰牌，请大理寺陈大人。大哥，这是家事，何必惊动大理寺？先把孙怡放开。五公子，不得对大小姐无礼，小心！先放了孙怡。你拿着剑都没拦住我，还想拦我去大理寺？玉明，冷静，我是你二哥孟鹤轩，今日才从书院回来。月林，欢迎你回家。不好意思，我二哥叫孟静竹，你哪位？我是孙夫人之子，当年你在天机门，我们从未见过，这是兄长的一点心意，想收就收。那我不想收，谢谢。母亲操持侯府10足年，明日接风宴也是修她捧月晕。是呀，你不提我差点忘了，明天他和孟玉飞还得给我认错呢。阿明，不可这样同自家妹妹说话。月离从小离家，你身为兄长，应当多包容她，道歉。我说话直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对不住了。不好意思，没忍住，实在有点好笑。这样吧，这次我让你2只手，我倒想看看你所谓的下不留情，还能不能拿稳自己的剑。阿明，够了，你又何必如此？我师父说了，我这叫正当防卫，就算闹到皇帝面前，我也没错。孙青兰，今天的事情，你打算怎么收场？我该怎么收场？今日这些事，你认吗？我认。好，小月林，他已经认了，把绳子松开吧。你要我放了他？是，他操持侯府多年，也算府中长辈，你不能一直这样对他。他忽然觉得这个家也不是非灰不平。先说清楚，我没有其任何，也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孙青兰是气焰上，他是孟玉费他们的长辈，也不是你的。你说他操持侯府辛苦，我认；但说他是我的长辈，我不认。小月林，你相信大哥吗？没回来之前，相信。再信大哥一次好吗？一定要护着他。是。还有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师祖让我帮你找全魂魄，等魂魄齐了，你也该走了。月林，没有人会永远陪着我的，没关系，大道本该孤独。孟成渊，跪下。大哥，我错了。你先别急着认。我问你，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吗？亲妹妹和庶妹之间，你选了庶妹；亲娘和妾母之间，你选了妾娘。大哥，你可以蠢，但孟家的人不能忘本。孟成渊，我知道你蠢，但我没想到你连本都忘了。去父亲母亲牌位前跪着。明日小月林的接风宴，你不必出席。是，大哥。世子爷，韩川今日好多了。你去捧月居拿药了？上午用了药，下午伤口就不再溃烂。大小姐的药真的神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这一夜，宁远侯府没几个人睡得安分。听说周大人亲自帮着操办，这请帖几乎发遍京城了。何况这位真千金以后还是怀王世子妃，不来都得送礼。孟族长，那位孟月林确实是真正的嫡出大小姐，身份是真的，可人怎么样就不好说了。听说她粗鄙又无法无天，玉妃小姐这么多年才是真正的京城先知，如今却要屈居她之下，我可看不下去。那就多叫些人，今日咱们就让这个真千金当着全京城的面名誉扫地。大夏小姐，您怎么还吃呢？早饭不吃，等祭子的时候饿肚子吗？今日可是您的接风宴，一会儿就要祭子了。奴婢是说，您是不是该先梳洗准备一下？
我洗过了呀。啊？起床洗了脸，也刷了牙，哪里没洗不干净？奴婢不说这个，您今日是第一次正式见京城那么多人，咱们昨日又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您连宴上用的东西都没有，怎么去见人啊？就这事儿，这还不算大事吗？小事一桩，算算时间也该来了。大小姐，您是不是早有准备？大小姐，聚宝拍卖行的东家来了，几个人，10几个，带了好多箱东西。看吧，来了。熄火，早饭吃完的都跟我出去。大小，那些东西真是给您的？不然还能是来收债的？小仙师，下山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？说话就说话。怎么了嘛？怎么了嘛？臭狐狸，别乱碰！讨厌，人家是喜欢小仙师嘛。你少来这一套。若不是我聚宝派来忙，什么都有，一夜之间还真凑不齐您今日要用的东西。算你靠谱。小九，这些全是您的？当然。小仙师开口，我还让他空着手去赴宴，现在还担心吗？不担心了。玉妃，真的就让那丫头什么都没有的去参加接风宴？可那么多宾客都在，别人岂不是要说是我这个长家夫人故意苛待她？不会，消息我昨晚就让人放出去了。什么消息？就说你亲自给送东西，结果他倒打一耙，差点要了你的命。要呢？玉妃，我真要吃吗？我可以装得很像，绝不会让人看出来。别人看不出来，可他会医。但愿如此。吉时都快到了，那位大小姐怎么还没出现？世子来了，大小姐呢？怎么只有她一个人？都在等月灵。怀旭，你妹妹呢？叔叔等不及了，吉时将至，我只是怕她耽误祭祀。既然怕她迟到，满府这么多人，怎么没人去请她？怀旭，那是族长的位置。这里是宁远侯府，我是侯府世子，叔叔有意见。宁远侯府嫡出大小姐到。这就是孟月林，怎么跟传闻里不太一样？等，他身上那个是不是明月凌霄衣？聚宝拍卖行的镇店之宝，当初陛下替皇后求购，他们都没卖。这个很贵吗？叔父有所不知，母亲昨日身体不适，还亲自给月林准东西。可他不但不领情，还把母亲捆了起来。若不是我与二哥及时赶到，他昨夜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的大祸。月林，你五哥说的可是真的？他说的不全对。你所谓的及时赶到，是冲进来第一件事就拿剑捅我。拿剑？这和刚才说的不一样。我是为了制止你行凶，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难怪最后被我单手缴了剑。你给我闭嘴！好，我闭嘴。好了，都是亲兄妹，一家人何必斤斤计较？他拿剑捅我，也算斤斤计较。过去的事儿先放一放。姐姐，叔叔也是为你好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会害你的。你若不满意母亲准备的东西，可以慢慢商量。我的确不满意，
今日天气骤冷，还有雨，他给我准备的东西根本不适合今日用，首饰和衣裙也完全不搭，所以我说满意有什么问题？可不过说了一句不搭，他就让人放火烧了我的捧月居回廊，然后还要人杀我。至于你，昨夜冲进竹峰院，不问前因后果，提剑就要杀我。我是救母亲。你是庶子，我是嫡女，你提剑杀我，叫大不敬。10几年不在侯府，回来第一天，被我爹的妾喊打喊杀。庶子庶女，也能骑到我头上？叔叔，这就是你说的京城规矩。岳林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若规矩就是尊卑不分、嫡庶倒置，那这接风宴不办也罢。岳林，我看不上这样颠倒纲常的侯府。岳林，我知道你不满这些年是我长家，可这是族中长辈共同决定的，并非我自己强占难来的。所以呢？你回来第一天就引雷劈我，又把玉妃赶出捧月居，还说我染了瘟疫，命不久矣。你倒是漏了不少前因。族长，我昨夜真的不是故意放火，我是被鬼吓到了，慌乱之下才让人点了火。他会招雷，会异鬼，这样的事换成谁能不怕？所以引雷劈人是真的。我还听说，他也说李太医要出事，百药堂这几日确实没开门。这姑娘不会真会神门术法吧？离他远点儿，万一他不高兴，也给我们招一道雷呢。放心，没作孽的，我一般不劈。姐姐，这几日的事，我其实都明白。哦，你不是存心要害我们，只是心里有太多委屈。你不满母亲长家，不满这些年外人都把我当成侯府大小姐，也不满几位哥哥每次都站在我这边。这几样我确实都挺不满，可是哥哥们护着我不是偏心，是因为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让着姐姐，他们只是心疼我。你一直在让着我？姐姐，你10几年没有生活在家里，不懂兄妹之间如何相处，也很正常。以后我们一家人守望相助，你慢慢学，好不好？身份是真的，可性子也太霸道了。10几年感情，哪说抢回来就抢回来？等一下，姐姐，你刚才说你一直在让着我，你刚才说孙氏是侯府主母，这些年一直是母亲亲长家，自然……我问的不是长家，你说她是主母，意思是她是侯夫人。叔叔，正好族长也在，把族谱给我看看。看族谱做什么？我就想确认一件事，孙庆兰到底是妾还是妻？岳林不得胡闹，族谱乃宗族重物，岂是你一个小辈说看就看的？不是，连我是宁远侯嫡女，连我自己家家谱的都不能看。不让我看也行，那叔叔直接告诉我，族谱上孙氏是不是我爹的正妻？你非要今日闹成这样吗？回答我很难吗？我爹生前可曾留下遗言要扶妾为妻？没有。那你们爹这么做，我爹知道吗？礼部又知道吗？孟月林，今日是专门为你办的接风宴，你若不想好好回这个家，大可以走。孟家也不缺你这样一个狂悖之女。好啊，诸位都听见了。孟家族亲口要将宁远侯嫡女逐出孟家，我要求查看族谱，他不许；我追问孙氏是否被扶为正妻，他不答。
我何时说过要谋你什么？那就请叔叔解释清楚。嫡女归家，不许查楚谱，妾室占着主母之名10几年，如今我刚回来，又要将我逐走，这不是想夺我永远侯府的爵位和家产？叔叔觉得像什么？请怀王殿下、京兆府尹周大人，还有大理寺陈大人，为晚辈做主。连大理寺都扯进来了，这已经不是家务事了。孟月林，休得胡言乱语！我是不是胡说，很好证明。你还想如何？把图谱给我看。你若没有串通孙氏，想吃我宁远侯府的绝户，那就打开族谱，让我看看他究竟是妻还是妾。你非要把事情闹大？不是叔叔一直说要讲规矩吗？这问题还真绕不过去。若族谱上是正妻，宁远侯前可没留下扶正遗命；若还是贵妾，却被满京城当作侯夫人，那事情更严重。族谱不能再拖了，真追究下去，只能先舍掉孙氏，至少不能牵连整个孟氏。小月林，够了。你也觉得够了？孙夫人虽是贵妾，但这些年操持侯府也算劳苦功蹈。外人误把她当侯夫人，是因为我母亲去得早。所以呢？此事不能全怪她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，都是这些年的误会。你从小不在京城，不懂这里面旧事。你看，族谱上写的清楚，孙氏就是贵妾。月林，看清楚了吧？根本不存在什么扶妾为妻。孟怀旭，小月林，你刚才一直没有说话，我还以为你至少这一次会站在我这边。我只是不想事情闹到无法收场。原来如此，昨晚我还觉得是我误会你了。月林，族谱是真是假，我现在已经不急着看了。你又想干什么？因为我忽然明白一件事，有些人嘴上说护着你，真到了该选的时候，还是会选别人。所以世子爷的意思是，孙氏没错，全是我的错。大哥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孙氏错在这些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孙氏有错，你也有错。原来我也得认错。本世子方才的话，你认吗？认，妾身知道错了。既然知道错了，那就把掌家权交出来。你贪念太重，连自己的身份都摆不正，这样的人不配继续掌侯府。世子爷，我说的不够清楚。等等，我怎么突然觉得对劲？他借我的手，把孙氏逼到交权，我这是被他当刀用了。叔叔，您才是孟傲族族长，母亲掌家10几年，如今突然交权，毕竟不是小事。这件事，我们愿意听您的决定。你不帮你大哥，帮他干什么？他毕竟是你大哥哥。不，他是反派，他刚刚利用我。怀旭，孙氏这些年确实有过错，可侯府10几年都由他操持，也没有出过大乱子。若没有他，岳林今日回来看到的未必还是现在这个侯府。叔叔的意思我听懂了，你能理解最好。那孙氏犯下这些错，叔叔觉得该怎么罚？岳林，干什么？你觉得孙氏该如何处置？一定要我说？当然，你是宁远侯府嫡女，不久之后又要嫁入怀王府，
这些内宅事务你迟早要学。行，既然叔叔非要我说，那我可真说了。既然孟禁守非要我决定，那我的规矩很简单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有罪论罪，该斩就斩，没那么多废话。你这孩子。至于长家，更简单，世子还没娶亲，又不方便亲自管。我并非完全不能管。侯府不是还有周姨娘吗？等世子妃过门再交权。这办法倒是稳妥。周姨娘多年不问府务，未必管得好。孙氏长家10几年，没有也有苦劳，直接夺权，甚至要他性命，未免太……所以你还是想让他继续管？我只是说，我如今已经可以处理府务。那你站起来走2步。绿主，扶我。等等，我说的是，你自己站起来。站不起来，那你怎么巡视庄子铺子？天天让人背着你去。小月莲。所以还是周姨娘最合适，人就在这儿。周姨娘和孙氏同为妾室，孙氏早早长家，你却安安分分这么多年，说明你不贪权。大小姐，我代管几年而已，有什么难的？你要是担心府里都是孙氏的人，也不用怕。为什么？孙氏犯的是死罪。岳林，今日是你的接风宴，不是公堂。这件事宴后再议。不行，孙氏冒犯的是我，欺负的也是我。他若不受罚，这接风宴我不要，侯府我也不回。岳林，不得还闹。我在说我的事。才正因为是你，才更不意气用事。你修的是正统道法，最讲因果。孙氏有罪，自然该罚。然后呢？但世间还有律法，他罪不至死。你若非要取他性命，反而会损你的修行。岳林心思单纯，只是现在心中有怨，还请几位长辈劝他一句。你就这么怕孙庆兰死？我是为你好，让我咽下委屈，也叫为我好。世子爷真会慷他人之功。不管你怎么想，今日我都不会让你取他性命。行，我明白了。想借今天弄死孙氏是不可能了，早知道那天就不批他了，白送他一条活路。孙氏交出长家权，贵妾降为良妾，禁足画混阁半年。妾身认罚。等等，那日您也在。孙氏答应今日当众说清我和孟玉妃的身份，他还没做到。确有此事，本官亲耳听见，也亲眼所见。那就继续吧。对不起，这些年外人一直诬我把王做侯府大小姐，是我们的错。今日我当众说明，宁远侯府嫡出大小姐是孟月玲，我只是妾室所出的女儿。这些年的误会，我向节赔罪。信守承诺很好，气运回来的速度变快了。起来吧。母亲，让开！母亲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他中了邪术，我是在救他。这股术法气息终于出现了。大小姐，我们已经认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娘，收了沈通吧。真是他下的手，他之前还说孙氏、李太医都要死，他不会真是妖女吧？你为什么拽我？孙氏身上的邪术那么明显，你也是修行之人，你看不出来？我不知道什么邪术，我只是担心母亲。你故意抓住我，又当众喊我收神通。大小姐饶命！我知道了，他们要的从来不是孙氏的命，是我的名声和气运。原来在这里等我，孙氏一死，所有脏水都扣到我头上，再把我叫成妖女，我的气运就再也拿不回来了。今日人多，正好，有几件事我一次说清楚。又是这一套。李爷爷他怎么样？死不了，这么喜欢生病，一会儿我给他开2剂药。那又麻烦您了。
你帮我的忙可比这大多了。老朽听说最近有人传我病了，今日当众辟谣，老朽没病。那百药堂为何一直不开门？因为孟小神仙替我找到了传人，这几日我都忙着你徒弟。那日孙氏就是假装身体不适，我一到，他们便想把事情牵连到孟大小姐头上。不是，我娘这次是真的发病，李老都亲自诊过了，一次装病，2次还装，我没有骗你们。他还想让孙氏死，可惜那东西已经被我的符压住了。胡姬见过少主。少主，起来吧。诸位方才不是在争运吗？聚宝拍卖行本就属于天机门，孟月玲是我天机门少主。至于明月凌霄衣，本来就是少主的东西，所以根本不是赝品。自己的东西何来赝品？聚宝拍卖行少主还需要申账？先前那些传言，怕是也有问题。又怎么了？新旧长家夫人双双红鸾星动，你爹知道了，怕是得气不过来。这些年一直是玉废为妻两府往来，可如今身份已经说清楚。敢问殿下，这门婚事是否该由月玲预约？小月琳，你自己的意思呢？他年纪还小，自然听家中安排。我还没说话呢。孩子，这婚事是你父亲用性命换来的，你总不能让他九泉之下不得安吧？叔叔怎么默认我要拒婚？你什么意思？温叔叔，10几年不见，既然今日人齐，我也该把定情信物猎虎完璧归还。现在还不能还。为什么？当年我把猎虎中交给你时便说过，等你成为怀王世子妃，再把它还给我。原来如此。殿下，这么说，这门婚事从一开始定的就是孟月琳？当然。当年北戎城一战，宁远侯救了我一家3口，之后我亲自上岐山，亲自与月琳的师父定下婚约，猎虎棒也是我亲自交给他的，所以从始至终与怀王王府定亲的人只有孟月玲。玉妃，忍一忍。所以这些年我连这门婚约都是占他的，我今日已经成了整个京都的笑话。孟静竹已经说服温大子换亲，2年后那个世子一死，孟月琳还不是任你处置？怎么突然变天了？这雷声，怕是马上要下大雨。诸位不必慌，天公不赦美，请诸位先移步正厅，接风宴，咱们到里面继续。我不同意。王爷，晚辈觉得这门婚事有些不妥，还请王爷细思深思，再做决断。孟静竹可是京城有名的纨绔，怎么突然管起妹妹的婚事了？他毕竟是孟月琳的亲哥哥，只怕是要拿怀王世子的病说事。若真当众说出世子痴傻命短，这场面恐怕就难看了。我妹妹孟月琳虽然从小在山上长大，但却是一个刚刚及笄小姑娘。这门婚事本是怀王殿下报恩之举，可眼下贵府世子的情况众人皆知，不必细说。若继续这门婚事，怀王府岂不是在恩将仇报吗？所以，我不同意这门婚事，并且请求怀王殿下收回猎虎窗，取消婚约。没规矩，哥哥在说话，你笑什么？你在天机门这么多年，真是半点规矩都没学会。怀王殿下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妹妹月琳没有半点规矩，又是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。这门亲事若是结合，不仅是怀王府在恩将仇报，也是我们宁远侯府在挟恩图报。正好今日京城名门都在，不如当众取消这门婚约，我们2家还能交好100年。孩子，你三哥说的是事实。本王的世子因意外痴傻多年，这些年身体愈发不行，太医判定他恐是活不过20岁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嫁过来，2年后就要守寡，你可愿意？王爷别问了，这门婚事，即便月琳愿意，我也不愿意。我绝对不同意我妹妹嫁给温彦景那个短命的傻子。温叔叔，我愿意嫁给温彦景。这门婚事是我师父见证的，我不会忤逆他老人家的遗愿。
不仅如此，我师父登真前还曾叮嘱过，王爷与王妃都是功德善人，温彦景的命，我天机门保了。岳林，此话当真？我师父说了，温彦景忘我大道，所以我绝对不会让他死得太早。好，孩子，有你这话，本王实在感动。今日接风宴后，本王就入宫为你请封郡主。原本以你父亲的功绩，他死后是足够给子女封印的，但当年只立了你大哥为世子，承袭爵位要等他有了实际才能提上议程。但今日你这丫头重情重义，本王实在欣赏，所以本王要以自己的名义为我未来儿媳妇孟月琳请封郡主之位。怀王殿下要给未来的儿媳妇请封郡主，我没有听错吧？若孟月琳真成了郡主，她的身份可就比世子夫人还高了。怀王殿下，宁远侯府毕竟只是侯府，况且她要嫁给王府世子，郡主之位只怕不妥。又不是要你们宁远侯府为她请封，是本王为她请封，有何不妥？还是孟督手想说，本王该为岳林请封诰命？哼，孟林远，我看你怕是昏了头了。本王是岳林的未来公公，请封诰灵是我的事儿吗？再说了，王妃都没有诰灵，作为儿媳妇，岳林怎么能越过她去？岳林啊，你以郡主的身份嫁到我怀王府，身份就比世子夫人还高，到时候本王看谁还敢挑你的规矩。怀王这话分明是在警告孟景竹，以后不要再挑孟月玲的规矩。可王妃本就是内命偏，无需请封诰命，身份已经极为尊贵了。孩子，能有这样的夫家，是你的荣幸啊！孟督手没有这么贬低自个儿家的孩子的。岳林很好，她不仅愿意嫁给我儿，还愿意救我儿性命。怀王府对她好是理所应当的。要说是谁的荣幸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都是我怀王府占了便宜。所以孟之手，这种话，本王不想再听到第二次了。王爷说的是，下官谨记，保证不会再说了。今后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如此紧张。孩子，郡主的封号你想要叫什么？我的法号是灵元，可以用法命做封号吗？当然可以。灵元真人，灵元郡主，灵元二字与你很是契合。岳林，谢过温叔叔。快请起，王妃，快带咱们的傻儿子过来，见见他未来媳妇儿。孩子，以后就要委屈你多多照顾阿景了。王妃见外了，我过门后照顾夫君也是分内之事。赚了，看上他的皮囊了？说什么鬼话呢？我是说这个温彦景竟天生紫气，我和他待在一处，修行速度肯定翻倍。哦，诸位，今日认祖归宗的礼数已经完成，吉时已到，请各位入席，接风宴正式开始。是。让三哥看看，是谁受了委屈也不说话呀？三哥惯会打趣我，你现在不去姐姐那儿，来找我做什么？这不是知道你心情不好，特意来哄你开心吗？别难过了，小岳林虽然回来了，但你也是三哥的妹妹。三哥，亲疏有别，我知道的。什么亲疏有别呀？你也是父亲的孩子，咱俩也是亲的。乖了，今天是小岳林的接风宴，你别不高兴了。傻姑娘，你哭什么呀？你让三哥做的事儿，三哥都做好了。温大公子一会儿就会请怀王来给你们俩提亲，你这会儿哭花了脸，待会儿不是招人笑话吗？三哥不舍得让姐姐嫁给世子，我以为三哥没空管我了。那哪能啊！你和小岳林都是我的妹妹，只是小岳林小时候吃了很多苦头，如今她回来了，她的事儿三哥自然会多上心一点。但是你看呀，你说你心悦温大公子，三哥就帮你去说亲了，不是？三哥，你实话告诉我，温大公子原本是不是打算娶姐姐的？傻姑娘，君子论迹不论心，温大公子现在已经打算同你求亲了，那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况且我原本不打算让小岳林嫁过去，她离家10几年才回来就出嫁，我心中不舍，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温大公子娶她。你看三哥好不容易给你和温大公子牵上了红线，你还不开心？那三哥这几天不是白费劲了？看什么？见你三哥对他好，你不高兴了？孟怀旭，你没发现吗？发现什么？你还有他们几个长得一点儿也不像。
不可胡说。一叶障目，没得到掌家权，气不气？我是玄门中人，就算侯府万般不好，我也不会让侯府落入一个养小鬼的人手中。你要是心里怨恨，尽管朝我发火。小月林，见你如此聪慧，大哥很欣慰。以后有的你欣慰的。但你想过没有，你的婚期就在10几日后，这个节骨眼上换了掌家之人，婚事谁来筹办？小月林，你虽然聪明，但到底没有在后宅生活过。今日看似你占了上风，可后续的麻烦，你是一点也想不到。周氏不行吗？周氏如果是个有能力的，又何至于这10几年都乖乖在孙青兰的手下，任由孙青兰一人独大？不过你不必担心太多，你的嫁妆大哥已经准备妥当了。至于大婚当日，侯府不管闹出什么笑话，那都是周氏掌家无能，没人会说你的不是。你给我准备的嫁妆，就是那天打算连我一起打包送去怀王府的那些吗？虽然价值挺高，但数量实在是太少，总不能沿路喊着我陪嫁价值5万两黄金吧？不如我去买些空箱子，装点石头凑个数。这个妹妹什么都好，就是说话太直了，有点呛人。不必，那天那些陪嫁只是一部分，其余的大哥都收起来了。那一房间的不许说出来！你不要命了吗？你也知道那是要命的事儿，那你还……总之，嫁妆的事你不必发愁，大哥不会让你被比下去的。比下去？难道有人跟我同一天出嫁？月林，昨晚匆匆一面，二哥也没有跟你好好说上几句话。昨夜的见面礼你不喜欢，二哥回去后又重新准备了一份，你看如何？不必了，我不想收你的礼物。别这样，月林，这10几年你吃了不少的苦头，如今既然回家了，我作为你的哥哥，总该为你做点什么。你真想为我做点什么？阿明是你五哥，他方才也同我说昨晚对你太过分了，想要同你道歉。叽里咕噜叽，你说什么？叽里咕噜叽。你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吗？听不懂。阿明，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你昨夜确实不分青红皂白，就险些伤了自家妹妹，好好道歉。我说，昨晚对不起。我说，你昨天没有一剑杀了我，今天就想把我的耳朵红了吗？孟叔叔，你看他。月林啊，你五哥是习武之人，他粗惯了，没有分寸，绝对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没有分寸，那应该被紫薇被教训的是他，为什么要我不往心里去？是啊，孟大小姐是嫡出，孟五公子是庶出，就算年长些，可庶出冒犯了嫡出，哪有让嫡出谦让的道理啊？这不是颠倒纲常是什么？是急是急，怪不得孟大小姐上午说自己看不上这样的侯府。你快好好跟你妹妹道歉。我是习武之人，不懂这么多弯弯绕绕，但我孟一鸣行得端站得正，从来不搞什么嫡庶歧视。既然你今天非要拿身份压我，那我且问你，你说你是孟家大小姐，请问你的嫡系玉带在哪里？你回来那日非要用猎虎帽自证身份，害得孙姨没认出你，你就借故引天雷劈他。后来这么多次，你口口声声以侯府真千金自居，可从头到尾除了猎虎帽，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就是真的孟月林，不是假冒的？我不是容不下一个妹妹的人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你真的是我们孟家嫡女，你不会一回来就把整个侯府搅得翻天覆地、鸡犬不宁。所以，我合理怀疑你是冒牌货，不是我孟家人。阿明，别说了，今日是月林的接风宴。二哥，你在外素有才名，难道竟然也会因为嫡庶之别，不敢拆穿假冒之人吗？你敢不敢自证身份？为了不向我道歉，你都开始胡言乱语了，也实在是不容易。所以，叔叔也是这个意思吗？孩子，你五哥的质疑也不算没有道理。世子大哥的意思呢？
又不是我质疑的你，问我做什么？我可以自证身份，但你们要我自证。若我自证之后呢？如果你能自证身份，我孟玉明从今以后唯你马首是瞻。别，我不稀罕，换一个。你假货！你别得寸进尺！质疑的是你，拿不出底气的也是你。说白了，你就是输不起。既然如此，我何必跟一个输不起的小男人计较？走开，走开，别打扰我吃饭。孟月林，你敢说我小男人？我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是大丈夫，你爱是什么是什么。好，如果你能自证身份，我孟玉明向你磕头赔罪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请求了，那我也就大发慈悲的同意了。孟玉明，你看好了，这个就是我的孟氏嫡系玉牌。世子大哥，把你的玉牌拿出来，免得有些人不认账，还要说我的是假的。世子爷，叔叔可看清楚了，我的玉牌和大哥的玉牌是不是一样的？道歉！我不信，那肯定是假的，否则你回来第一天为什么不拿出来？无论是烈虎章还是嫡系玉牌，都是我孟月玲所有物。孙氏连烈虎章都不认，我要是拿的嫡系玉牌，难道他就会认了吗？阿明，道歉，今日之事确实是你错了，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月玲妹妹不会怪你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知错就改，我就不能怪他了？虽然宽容大度是美德，但孟二公子你也不好慷我之慨，替我原谅吧。说不定我睚眦必报，没有美德呢，你岂不是打脸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孟怀旭啊，你觉不觉得孟玉明的眉毛变淡了？你要说什么？孟玉明给我磕完头后，眉毛一下就掉了很多，此刻他面相变了。你也变了。什么？卦象如何？吉庸不定，有东西在干扰我的卦象。你方才说我也变了，是什么意思？想知道的话，拿你院子里的秘密来换，把你养的小鬼给我处理了，我还能帮你把掌家权要过来。你这么自信？怀王叔叔都要为我请封郡主了，我还不能自信吗？这个妹妹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不会轻易吃亏。我没有养小鬼，但我知道，我身边不干净。应该是温官欢当众向孟玉妃求亲了。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我们去看看。你要我推你吗？当然。温大公子真的太好了。是啊，他心悦玉妃姐姐多年，本想把这份心事压在心底成为秘密，今天却因为见到玉妃姐姐如此难过，忍不住想要给她一个避风港，真是太深情了。是了，你素有京城仙师的美名，而我不过是王府一个庶出之子，是我配不上你。温大公子且慢，你答应嫁给我了吗？婚姻大事不可擅自做主，应当遵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得问过我娘。可我已经求了父亲的允准，要是你母亲嫌弃我是庶出，我们岂不是要就此错过？不会的，我亦心悦温公子许久，我母亲疼爱我，她会同意的。真的吗？玉妃，你也心悦我吗？温公子，我去找我娘了。虽然，但是演的痕迹还是太重了点。哪里演了？温关西在众目睽睽之下告白，本就带着逼迫之意。如果不是演的，以他所描述的深情，应该会担心求爱被拒后，不仅孟玉丽的名声完蛋，他也落不到半点好。这可是两个人赌上名誉的一场演出啊！今日宴会结束前，孟玉妃和温官晓的婚事就会定下，他会同你一起出嫁，然后上演一出换亲错嫁，把我送到温官义那里吗？那也太扯了，谁能换得了我孟月林的花轿？不是，
孟玉飞与你同嫁怀王府，打的主意是等2年后阿景病故，温官基当上世子，他就是世子妃的主意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我也说了，有我在，温彦景死不掉。小月林，你可知你今日这番当众保证代表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你将与阿景同生共死，是2年后，即便阿景死于意外，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而孟玉斐嫁给温官兴之后，他会不顾一切对你和阿景下杀招。这些先不提。孟怀虚，你的面相怎么又变了？你养的到底什么小鬼？我在和你说正经事。我说的也是正经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继续否认你养小鬼，但我不会相信。孟怀旭，你最好祈祷你和你养的小鬼不会被我抓到，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们。这个妹妹比我想象中还要敏锐，看来有些事瞒不了她多久了。晚上再把孟玉飞抓过来，给她贴一张转运符。见过王妃。王爷已经入宫为你请封了，趁他回来前，我有些话想要问你。王妃请说。李太医说你方才点的灵香有医治醒神的功效，不知道对我儿是否有用？我不知道世子爷到底是因何原因变成如今的模样，所以不好判断。王妃如果不介意，可以带上世子随我去捧月居，待我为世子检查后再做决断。我们天机门医道双修，只不过道医与中医有些不同。如果王妃要我为世子诊治的话，就一定要全然信任我。孩子，阿景出事这么多年，我与王爷也是耗尽了心力，实在经不起失望了。希望你能理解我作为母亲的一片心，给我一点希望好不好？王妃，道家讲究缘分自然，若王妃不信我，我便不能为世子诊治。刚才那番话全当我没有说过。我信你，我信你！你在天机山上学了10几年，还是我未来的儿媳妇，你总不至于骗我。我只是有些害怕。娘不可以哭，哭了就没有糖吃了。不准捡我娘的泪珠子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阿景，快起来！娘没有哭了，泪珠子还回来了，快啊！孩子，多谢你。王妃客气了，你愿意信我，我便不能坐视不理。随我去捧月君做客吧。好。侯府这位嫡出大小姐行事也太张扬了，竟然能得到怀王妃的青睐，几句话就获赠了一个那么大的金镯子。一想到家中还要我与她搞好关系，我就烦。哼！玉莹，我们去告诉宁远侯世子，让他管好自己的妹妹，别丢了宁远侯府和我们京城贵女的脸面。你怎么了？脸色好难看呀。我没事，锦轩。我觉得孟大小小姐好像真的有点本事，不如我们也去捧月居看看吧。你说什么？玉莹，你是不是结石把脑子饿坏了？我们刚刚不是亲眼看到她行骗了吗？你居然还信她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你别说了，我看你就是和那些人一样，觉得嫡出和庶出就代表着对与错。你我还有玉斐相交多年，我从来不知道你竟是这样趋炎附势的袍从之人。算我看错你了。锦轩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世子，孟大小姐当众招摇撞骗，骗走了王妃一个好大的金镯子，是我亲眼所见，你管不管？锦轩，我们不知真相，只远远看了一眼，你不可胡说。世子爷，锦轩性子正直，口无遮拦。方才我们只是路过月季花丛，远远的看了一眼，什么都没听到，许是误会一场。谁说没听到？我明明听到了。怀王妃只是想问一问那灵香对世子有没有用，孟大小姐就说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最后还说什么不信就没有缘分的话。怀王妃被逼无奈，给了她一个足金的镯子，她才松口同意怀王妃带着世子去做法。孟世子，我知道孟大小姐自小在外长大，你们都觉得亏欠她良多，
但这等坑蒙拐骗的恶劣行径也该被狗正。我们都是京城有头有脸的世家子女，还请孟世子劝劝孟大小姐，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，很丢人。苏小姐怎知我妹妹说的缘分不是真的？孟世子，你是要包庇她吗？苏小姐有所不知，我妹妹师承天机门，是玄门修士。于修士而言，信与不信便是缘分到与未到。若缘分不到，她却插手因果，便会妨碍她的大道修行。所以我妹妹提出怀王妃不信她便是缘分不到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为什么收了金镯子她就改口了？缘分难能用金银衡量吗？若怀王妃不信我妹妹，怎会给出金镯子？既然给了金镯子，便是相信她。既然相信，那便是缘分到了。况且大家都知道花钱消灾、自负因果的道理。怀王妃给的金镯子是挂金，苏小姐难道觉得我妹妹应该免费为别人承担因果不成？那你也太慷慨了些，在下与在下的妹妹愧不如你。反正我亲眼所见，她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大道修行？她绝对就是江湖骗子！苏小姐就算不喜欢孟大小姐，也不能在人家府中做客时胡乱告状。那灵香确实神奇，孟大小姐的玄门本事，或许真值得亲眼看看。找机会去捧月君探探情况，回来之后立刻向我禀报。你对你未来夫君够上心啊，连你师父留下的法器都掏出来了。他是紫气贵人，普通卦算不准。再说收了那么大一个金镯子，仪式不得做足点儿？不至于吧，一个金镯子而已，你连你师父画的紫符都要给他用。温彦景又不是鬼，我给他用紫符干嘛？嫌他死得慢，强行超度吗？我要找的是这个。痴傻之人一般是魂魄不全导致的，最招鬼祟。这个护身符他用得上。月林，这5个丫鬟以后都随你嫁进王府。对，他们都是我的人。那有件事我直说了，香草麦穗还好，当当小狗大鸭这名字实在不像名字，你给他们改了吧。你们都想改？我出生那天家里的狗也生崽，我爹就叫我小狗，我不喜欢。我小时候跟着卖货郎跑，我娘听见梆子就叫我当当。我是最大女娃，所以叫大鸭，弟弟却有名字叫耀祖。对不起，是我忽略了。今天晚些时候，我重新给你们起名字。多谢主子。师父说过，学堂里面无罗裙，弃婴堂里无男婴。手放上来。阿景很通话的，你让他做什么都行。先别动。月林，阿景到底怎么样？先别急，我要看看他身上到底什么。三魂七魄，寻迹归位，游魂野鬼，速速退离。终极即位在东南，魂魄找得回来，过程会有波折，也可能出意外，但没有性命之忧。那跟着阿景的煞鬼已经被你收了吗？没有，刚才我只清了煞气，煞鬼本身没现身。他可能已经离开，也可能只是今天没跟来。这2张给你和王爷，能挡煞气，赠送的。只要阿景平安就好。王妃，千万被他骗了，他就是想骗您的金镯子的。王妃，我们不是不信孟大小姐的本事，实在是此事关乎世子，不可草率，还请王妃谨慎啊。装神弄火的江湖骗子罢了。干什么？你行骗不揭穿，恼羞怒成就要动手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怕你！滚开，别耽误我救人！纸人动了！秦轩，他好像真的不是骗子。你们不要被他骗了。世上所有的骗子最会的就是装模作样，他显然如此。孟月林，你别装神弄鬼，快点把门打开！你别以为抓了玉莹就能威胁得到我们，我们是绝对不会为你保密的。月林，你快开门！你别以为关了门就可以了，快开门！月林，他这是怎么了？
被樱桃花缠上了。啊！小神仙真的误会我了，我真的和阿英是情投意合的。半年前，阿英在我的坟前流连忘返，她还收了我的聘礼，当然就是同意要嫁给我。我与她在一起，这有什么错？半年前，周玉莹意外走失，在你的坟头待了一晚，因为饥饿交加，所以吃了你贡品，对吗？你死了多年，因为生前娶不上媳妇，所以怨不散，逗留人间。你能力有限，只能在自己的坟头设下阴婚陷阱，等无辜女子踏入。你这是作恶，不叫与人情投意合。下去了，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赎罪吧。天机门的小少主，你召唤吾等可是有什么事？给你们送业绩。那女子怀里的是你未来夫婿呀，合作这么久了，也不知道送你点什么表示感谢，就送你一颗超度石。以后你婆婆跟你闹矛盾，直接送下来，用这颗石头不算你因果。多谢。月林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。您放心，我相信您会对我好的。月林，你要做什么？他怎么会吐出这么多？这些大半都是桃花鬼吃的，那鬼东西生前大概没吃过什么好的。您在京城很有名望，最近有没有听说过周玉莹食量大增的消息？你这么一提，我想起来确实有这回事，大概有个10几日吧。我也是偶然听闻周家姑娘食量大增的，但是她太瘦了，谁也想不到那些传言会是真的。如不是鬼上身了，哪有一个16岁的小姑娘一顿能吃下一头小羊羔的？10几日，那还好，不超过40周都还有救。我这是冤，怎么了？你运气不好，遇到了阴桃花，不过没关系，已经被我解决了。孟月莲，你滚出来！你把玉莹怎么了？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。坏了，我太着急救你，忘了跟他们说你是被樱桃花缠上的事儿了。不要，求你别说这事儿，我会帮你解释，不会让他们误会你的。可桃花鬼已经被明差收了，要怎么解释呢？我就说我父亲判死刑的一个犯人，因为怨念缠上了我，想要我的命，是你看出我被缠着，你救了我。你被桃花鬼纠缠半年，虽然有祖先必救，但还是被吸走大半阳气，神魂已经处于虚弱状态。接下来半年，你记得每日都要早起，迎着初省的朝阳练一遍8段锦，这有助于你恢复阳气。然后便是每日有时候便不要离开家，也别去家中偏僻人少之处，避免被脏东西跟上。这个护身随身带着，能保护你不受游魂野鬼的骚扰。无量天墩，府主晨会300斤。300两黄金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还是不要了。是这样的，我今日能顺利举办接风宴，被证明为侯府大小姐，还得多亏了周大人的帮助。你是周大人的女儿，我给你一个熟人优惠价，30斤，但真的不能再少了。而且你现在神魂十分疏弱，不仅有被游魂野鬼骚扰的危险，还有神魂离体的危险。不是我危言耸听，周小姐，神魂离体后你的身体就是无主状态，随便一个蚁野鬼路过你的身体都能住进去，到时候人家白得身体无痛还阳，你阳寿未子，下不了地府，只能在人间灰飞烟灭。完蛋！性命要紧，这30斤本王先替你给了，稍后我会陪你去同周大人讲清楚，他不会因此责怪于你的。多谢王妃仗义速助。多谢王妃，玉莹感激不尽。大胆，
擅闯后宅女眷院子，你该当何罪？见过怀王妃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一直敲门也就算了，现下竟然还如此不知分寸的撞开门闯了进来，简直胡闹！怀王妃见谅，在下是侯府五公子。方才听闻我那没出息的妹妹月琳竟然行骗到了您的头上，我担心她坏了王府与侯府的关系，这才多有冒犯，请王妃恕罪。行骗？谁告诉你月琳在行骗？王妃娘娘，孟大小利用您爱子之心骗走了您的金镯子，是我亲眼所见。整个太医院都不敢说出能叫怀王世子恢复如初的话。孟月琳她才15岁，她不可能比整个太医局还厉害，由此足以断定，她定然是在吹牛撒谎。还请王妃冷静，不要上了江湖术士的当。谁说他是骗子？你是骗子吗？我不是啊。你说他是骗子吗？我可以证明孟大小姐不是骗子。玉莹，你可是京兆府尹的女儿，竟然会软弱到因为怕孟月琳而当众撒谎，你父亲知道了得多失望啊！你简直是在丢周大人的脸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半年前要不是你约我出门玩，结果又莫名其妙把我一个人留在荒山，我岂会在陌生人的坟头过了一夜？我又岂会因为饥饿吃了死人的贡品？因为我吃了贡品，那野鬼缠了我半年之久。方才孟大小姐一眼看出我被野鬼缠身，为我驱鬼固魂，若不是她救我，我都活过3天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鬼？如果不是被鬼上身了，我平时只能吃1碗饭的胃口，怎么可能吃得了这么多东西？我的天哪！这看起来足足有1桌的量，居然都是周玉莹吐的。方才宴席上，我确实看到桌上只有玉莹一直在吃，只以为她饿极了。现在想想，她好像确实一个人吃光了1桌的菜肴。不止，她吃完自己桌上的，还去隔壁桌也吃了。宴会后脸通红，我摸她额头却是凉的。现在想想，果然不对劲。那个，孟大小姐，你能帮我也看看吗？我最近1个月总觉得有人盯着我，梦里也总有人喊我。最近这5、6日，只要我睡下，便必定梦魇，无法动弹。户部尚书之女傅央宁，可以看，但不免费看，普通看10斤，看不出来不收钱。要我出手的话，100斤起。普通护分符10斤1个，有我加持的护身符300斤1个。天哪，孟月琳，天机阁那么穷吗？叫你一个侯府大小姐，竟想钱都想疯了，一开口就是黄金。傻子才会给你送黄金呢！黄金在此，请孟小神仙帮我。傅小姐可想好了？当然，你是侯府真千金，犯不着骗我这100斤。有些人不过是在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罢了，我可不是那样小肚鸡肠的人。傅小姐，我觉得我们与孟小姐都是初次相见，她或许真的有些本事，可100斤也不少数目，还是不能草率。100斤很多吗？可恶！对傅小姐来说自然不多，可不能否认这真的不算少。我想孟大小姐一身的本事，一定不会介意证明自己的，对吧？谁告诉你我不介意的？谁要跟你证明我自己了？口气这么大，你是谁啊？我说过，不信便是无缘。苏小姐，你今天已经不是第1次质疑我了，足以见得我们之间没有半点缘分。门在那里，你自己走，还是我让人送你走？玉莹，你是京兆府尹之女，难道你也觉得她今天这般行径没有问题吗？半年前你把我丢在荒山之时，我回去一定会向父亲禀明。你等着京兆府传召吧。傅小姐，既然你是求助我们孟家，叫们家与月离看看。玉林也是修行之人，多一个人也能多出一份力。月林，你不会介意的吧？我介意。我知道你介意玉肥，但这是要为傅小姐解决麻烦，玉肥也不会要分你的世金，只是怕你出错来搭把手的，有什么不行？傅小姐，京城人尽皆知，玉肥同样修行多年，月林到底才回家，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本事。既然孟二小姐修行多年，为何这些年本王妃从未听闻她为谁解决过麻烦？倒是总听闻孟二小姐给赴京赶考的学子们送文昌符，是以学子们都将她奉为仙儒神女。没错，我是女的，和孟二小姐没有缘分。孟大小姐，你什么时候给我看呀？现在就行，请坐。大家也坐。今日就让月灵为我们开眼。滚！
你弟弟是不是脑子不太好？当着我的面抢我的人，还想蹲在这里凑我的热闹？他从小到大没挨过打还是怎么的？月玲啊，阿明只是太直接了，没有坏心眼，你要信我。孟玉明有没有坏心眼我不关心，但你要是还想继续在这儿待着，别怪我揍你。月林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何必如此？别跟我扯这些废话。用京城的规矩来说，我是嫡出，你是庶出。我反复让你走，你还不听，那就算我真，你也只能受着。明白？这是天机少主没恕的宿着吗？就贺轩哥哥是庶出，他也是你的兄长。你对兄长如此不敬，还有谁会敬你？滚不滚？既然大小姐有令，我自然不敢违背。诸位，岳林不喜为官，还请诸位看在我的面子上退避一二。看在你的什么面子上？听不懂人话吗？我是让你走。还有这位苏小姐，你俩一起哦，走快点，最好跑起来。傅小姐，你介意大家在此吗？当然不，我又没做亏心事。那好，你前阵子是不是在外头带了什么来历不明的东西回家？没有啊。你仔细想想，或许是金银器具，或许是摆件收藏，总之是你不能完全确定来历的东西。我应该没有把来历不明的东西回家。孟小姐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我没有看错，你身上沾了很杂的阴气，一定是带了冥意回家，甚至还放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所以墓主人跟上了你，想让你把东西还回去。你近段时间有收到什么礼物吗？我每天都会收到礼物。那最近收到的礼物里，可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？这是我最近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里所想最深刻。好纯正的阴气，这冥气年份不小呀。这是口欢。什么？傅小姐，这块玉蝉是谁送你的？我不要了，你帮我处理了，给你。傅小姐，得把玉蝉送还主人手中，否则你就是给我了也没用。我要怎么做？我都不知道这是哪儿来的，我怎么送回去啊？傅小姐，你随我来，我同你说。嗯，我这是在哪儿？你醒了？神仙，小神仙，你是神仙，我在梦里见到你了，是你救了我，你是小神仙，小神仙，小神仙。这傻子怎么这么能扛？我手都掐麻了。快放手！死孩子，你要把人勒死了！这孩子本就和常人不同。孩子，你受惊了，拿着安安神。那我就不跟王妃客气啦。温世子和周小姐的情况有些像，每日太阳刚升起的时候阳气最盛，一定要晒到。还有时以后都不能再随便出门。好，我都记下。周小姐只要别去偏僻地方就行，但温世子幼时以后最好待在自己房里，还得有童男子守屋。不过王妃只需辛苦这几日，等我过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。好，我等你过门。孟大小姐，你能不能也帮帮我？你怎么了？你的事最简单，我先把玉蝉上的阴气压住，你再把它还给送你的人。那还回去以后他会怎么样？物主会去找他，放心。物主只是因为执念成了地缚灵，他没有害过人，也不会轻易沾新的因果。那要是送我玉蝉的人也是被别人骗的呢？那他自然不会伤他。你也先回去吧，晚上我去找你。晚上？可你刚才不是说我晚上不能出门吗？放心，有我在，百无禁忌。好，
那晚上我就在家里等你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月林，你掺和傅家的事做什么？为了钱呀。光傅妖宁一个就在我这里花了快900金，这种大客户我当然得好好服务。可你不是聚宝拍卖行的少主吗？那地方日进斗金，你怎么还一副这么缺钱的样子？您误会了，我不缺钱，但也不嫌钱多。而且做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口碑，傅有宁既然信我，我当然得抓住机会把名声打出去。可他那个名气，那枚名气是他大嫂送的。我猜也是傅家自己人送的，所以今晚我才要亲自过去看看。若不是故意害他，说不定还能再赚一笔。顾家从老祖那一代便开始做皇商，到如今已经传了3代。这几年虽然有些颓势，却依旧不是普通商户能比的。所以他背后是顾家，还不止。可是，如果顾小姐真的把名气送给傅样宁，那做错事的人不是顾小姐吗？既然是她做错了，为什么最后要我面对两家的怒火？你是真不懂，还是假不懂？是真的不懂，还请怀王妃赐教。家主，最后一位客人已经送走了。知道了。孙夫人在哪儿？回家主在祠堂反省。把周夫人叫过去，我在祠堂等她。是。娘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犯困？温大公子不是已经向你求亲了吗？事情到最后不还是如你所愿？如我所愿。孟月林一回来，我原本可以顺势退掉世子婚约，再嫁温官祥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是怀王府亏欠了我。可现在，你不也是嫁他吗？不一样。按照原本的计划，我应该是被迫失去世子妃的位置。温官祥在当着所有人的面站出来求娶我，那叫他救我于难堪之中。可现在呢？就因为您害怕出事，临时把药换了，我的计划全乱了。现在所有人只记得我占了孟月林14年的位置。温官说再来求亲也成了替我解围，可那药万一真的……所以您还是不明白，我要的从来不只是嫁给温官祥，我要的是所有人都认为是他们亏欠了我。如果那时您按照计划发作，李太医就没有机会当众拆穿您装病，所有人只会记住孟月林一回来您就出了事。您临时换药，我可以理解您害怕，可您这一变把我后面的每一步都打乱了。您别忘了，当初您能坐稳侯府长家人的位置，靠的不只是运气。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，我知道您遇事容易慌，所以以前每一步我都会提前替您安排好。但若连最基本的配合都做不到，以后我的事儿您就不要再插手了。玉妃，我是你亲娘啊！再说温大商议如今已经求娶你了，只要你嫁给他，后面的计划照样能继续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到底还在不满什么？因为我要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给我的位置，我要的是主动权。我要什么时候进，什么时候都由我自己决定。我要的是掌控。月林，傅家那边你记住了，若晚上傅家来人说不用你再过去，你千万应下来，别硬往里掺和。好，我记住了。阿景，上车。不走，天都快晚了。我要留在这里。小神仙，可算走了，也不知道以后你这是多了个丈夫，还是多了个儿子。奇怪，你以前不是最嫌白天出来浪费鬼力吗？今天是你的接风宴，你师祖让我照顾好你，不然我才懒得出来。哦，我顺便看看今天卖出去多少幅，得赶在大婚前把货交完，不然婚后再交。按师傅以前说的，万一成了什么夫妻共同财产怎么办？小姐，方才侯府传来消息，今晚的望月宴取消了。这红绸是顾家商行今年主推的苏锦吧？奴婢瞧着也像。我明白了，傅家送礼，盒子却用了顾家的东西，这是两家一起告诉我，事情到此为止。怎么了？大小姐，既然以后要跟着我，总不能还叫从前的名字。大小姐已经想好了，香草，从今天开始你叫星淼。星淼？那个怀王不是进宫替你请封郡主了吗？这都天黑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不用等了，我下午已经起过卦。怎么说？我这个郡主当不上，倒是孟怀月很有可能继承侯位。不是都说怀王很得皇帝敬重吗？要是真拿你的郡主封号换孟怀旭的爵位，怀王要是也答应，我第一个看不起他。你先别急着骂。大小姐，世子来了。这么快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来的还挺快。
也不知道准备拿什么谢我。说不定和傅家、顾家一样，拿钱堵你的嘴。那也不错，傅家和顾家可是给了1万两银票。孟怀旭要是也这么大方，以前那些账我可以少计较一点。小月琳，怎么还亲自下厨房了？世子管得真宽，我下不下厨房你都要问一句，怪不得养着小鬼也不肯让我碰。下午怀王入宫为你请封郡主，方才陛下已经派人来侯府传话了。那恭喜世子，恭喜你要承袭侯位了。郡主之位和宁远侯爵位，陛下让你自己选，你当郡主，还是我袭爵？你给多少钱？10万两银子。黄金。10万两黄金可以，但我要再加2样。你说。你养的那个小鬼，还有你那一屋子的黑火药。成交。侯爷爽快。圣旨还没下来，早晚的事儿。好了，钱以后再说，先把你养的那个小鬼交出来。妹妹，他真的不是我养的。你反悔了？我没有反悔，你说的那个东西就在我身上。所以你这些年身体不好，也是因为他？那东西应该还在。是吗？那竹风院那一整屋黑火药，总不能是你一个人慢慢搓出来的吧？装，继续装。行了，既然确定你不是故意养鬼，我也没那么讨厌你了。那我是不是该谢谢你？先别谢，等会儿跟我回捧月居拿药。他的药要连续吃3个月，只要按我说的做，骑马、射箭、爬山、游水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堂堂天机门少主，骗你这个干什么？多谢大小姐。先别急着谢，我还有件事要你办。什么事？我今天看孟静竹的时候，发现她身上有红颜煞。红颜煞？3个月内很可能因为女子惹上大祸。明天你去找孟静竹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都得让她3个月别乱跑。若三公子不听呢？那就让她老老实实在床上休养。世子，听大小姐的。那要是一次拦不住呢？那就想办法让她彻底消停3个月。只要别留下后患就行。是。好了，现在只剩最后一件事。什么？你那一屋子的黑水药，从今天起就是我的嫁妆了。你要把那些东西带去怀王府？不然呢？那么多我又没地方放。你带过去做什么？用掉呀。怎么用？炼丹。韩川，你记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那一屋黑冕药归我，谁都不抄近，包括孟怀旭。连我也不行。当然，现在那是我的嫁妆，嫁妆这种东西，哪有还没出嫁就让别人随便碰的？风，这下好了，谁也别想动我的嫁妆。等等，我的修为涨了？你今晚干了什么好事，自己不知道？功德！我就知道除掉鬼娃肯定有功德，而且这次涨得好多。救了孟怀旭，又断了偷运的邪法，能少吗？这买卖真划算。你怎么什么都能算成买卖？这一夜，孟月玲睡得格外安稳，而没有了鬼娃侵扰的孟怀旭，也终于睡了一个真正的好觉。周夫人要料理府中庶务，昨天天黑前就出来了。2位庶公子去了书院，3少爷昨日陪温大公子出了府，4少爷还被世子关着。继续盯着，其他人可以先放一放。孟玉斐那边必须盯紧。大小姐是担心他在大婚前动手，婚期突然和我定在同一天，他要是真什么都不做，那才奇怪。这么顺利，没人拦你还不好，就是太顺了，我才觉得奇怪。小爷死的，小卫星。好，我替你查，一定要抓到他。一定。李太医怎么说？伤已经处理好了，只要安身休养，3个月后补不会留下问题。很好，很好。这3个月多派几个人守着他。是。大小姐，您的88台嫁妆都已经备齐了。孟玉飞那边呢？38台。里面的东西都检查过了吗？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查过一遍。没有符，没有阴气，也没有被人动过手脚。周夫人这次准备的很用心。
我的东西也确实比孟玉飞那边好不少，那就行。一连12日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孟玉飞母女安静的出奇，转眼就到了大婚这一天。大小姐，该起来了。天还没亮，今日是您大婚。大小姐，今日是大婚，一会儿还有好多礼仪呢，早宫就免1天吧。不行，1天而已啊！夏练3伏，冬练3九。修行这种事，今天少1天，明天少1天，差的可就不是1天了。大小姐，今日真的没有时间了，可今日真的来不及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我今天少练1点，2刻钟就够。大小姐，放心，不会误及时。她既然这么喜欢在人前表现自己刻苦修行，那我们总不能让她白忙。该怎么说，知道吗？奴婢明白。二哥和五哥那边准备好了吗？府门一开，你二哥的同窗就来了不少。至于孟月林那边，一个病着，一个伤着，一个还被关着。也就是说，没人替他送嫁。今日你的嫁妆排场虽然比不上他，可来给你撑场面的人一定比他多。你五哥还憋了10几天的气，今天绝不会让他好过。接风宴那天，怀王当众说要替孟月林请封郡主，10几天过去，却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的意思是，这趟请封，怀王多半没讨到好。今日再传出孟月林悔婚，他正好有地方撒气。还有孟怀旭，不是都说他这几日身体越来越差吗？是，等孟月林出嫁之后，药不用再像从前那么勤，只要孟怀旭再出状况，灾星妖女这4个字，自然会落到他头上。玉妃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她嫁过去以后，本就在身份上压你一头，何必还多生事端？因为我要比她先出侯府。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大小姐，世子让我来问您一件事。问吧。您之前说那些黑火药是留着炼丹的吧？可刚才宫里的李公公秘密来了侯府，带圣旨来的。您怎么知道？陛下对世子献上的黑火药非常满意，今日特意让人送来了世子袭爵的圣旨。世子让我问，那些黑火药是不是您送出去的？是呀，袭爵的事拖了10几天，我怕怀王叔叔没面子，正好我收了孟怀那么多钱，炼丹又用不了整整1屋，所以留够自己的，剩下的就送了。而且我已经怀王叔叔说好了，绝不提我这个中间人，黑火药的功劳全算孟怀旭的，我办事你放心。大小姐，怎么？接风宴以后，世子一直不争不抢，还故意让人在外面放消息，说自己快撑不住了。为什么？为了引蛇出洞，他想让背后的那个人以为机会到了，再次出手。我不是有意隐瞒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还要骗我到何时？事到如今，你竟还满口谎言，你究竟把我当什么了？你以为这毒是冲着他去的？错，这是针对整个侯府的引蛇出洞之计。下趁改运，损的是阴德，折的是阳寿，你不要命了？去竹风院，把所有异动连根拔起，一个不留。小姐的意思是？轮椅？我看不必了。这侯府的天，该变一变。为何来我宁远侯府害我母亲？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冒充，给我乱箭斩了！母亲，大婚当日，孟怀旭必死无疑。他若不死，这侯府的位置怎能稳稳落在我手里？好，我的儿真是聪明，这主意简直天衣无缝。母亲，此事需您多费心筹备，万不能出半分差错。放心，放心，母亲这就去安排。姑娘，该向侯爷和侯夫人辞亲了。爹娘，女儿今日便要启程了，爹娘放心，女儿定会平安归来。姑娘，吉时将近，该回房盖盖头了。爹娘的牌位不用送回祠堂，以后就供在捧月君。是。若有人有意见，让他直接来找我。老奴遵命，即刻去办。那就好。
月林，今天不是你大婚吗？怎么不高兴？你快闭嘴吧！我本来心情就不好，你一开口更烦。你烦又不是因为我说话难听，那因为什么？因为你马上要嫁给一个傻子了。阿鬼，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讨厌了。正常。哪里正常？你要嫁人了，婚前恐惧，看谁都不顺眼。你这么闲，不如帮我去看看孟玉飞那边，看看他今天又准备搞什么动作。不去。小神仙怎么还不出来？小神仙怎么还出来？我不急，我就是想早点见他。玉妃马上就到了，由我二哥亲自送驾。可温世子的队伍把路全堵住了，能不能请诸位帮忙劝劝，让温大公子的队伍先过去？新娘到，来了。应该是玉妃。月林，今日大婚，你站在影壁上做什么？等出门啊！你，跟下来！下来，不是你们说的吗？新娘出门之前，双脚不能沾地。现在没人背我，你让我下来，是想让我坏规矩？今日你大婚，我不想把话说难听，可你最好想清楚，大哥身体一直不好，三哥又伤着，将来侯府真正能撑起来的，还得是二哥。小月林，下来，大哥背你出门。不要。为什么？我飞出去比较拉风。既然不让我背，那就换个办法。现在下面铺了毯子，双脚不沾地也不算坏规矩。下来吧。一路扑到轿子。一路扑到轿前。大哥，你如今还只是世子，就如此铺张。然后呢？父亲去世这么多年，你都没能袭爵，难道真准备一辈子只当个世子？以前你知道自己身体不好，至少还懂得低调。现在孟月林一回来，你是恨不得把整个侯府拿出来给他挥霍。哼！可你别忘了，你还没袭爵。是吗？